谁能想到，在这座气派的城堡里，正进行着一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授勋。乔伦单膝跪地，面前的女人举起长剑，正式宣布：乔伦·泰莫，我现在封你为边境男爵。这话一出来，底下的人全炸锅了，大家都在小声嘀咕：边境男爵是个什么官？女王是不是说错了？难道不应该是边境伯爵吗？女王这一嗓子，全场立马没动静了。女王盯着乔伦问：乔伦，你是耳朵聋了吗？乔伦这下更猛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回答：没有，女王陛下。女王可没打算放过他，既然没聋，为什么还不领命？乔伦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嘿，有状态窗口吗？该怎么办？乔伦这下是真的急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居然直接开口拒绝。女王陛下，请您收回成命，求您把这个任命撤回去吧。女王的语气冷到了冰点，你这是打算又要违抗我的意志吗？乔伦被这一下求生欲立马拉满，赶紧改口说：不，能得到这么珍贵的职位，简直是我的荣幸。不过这个边境男爵到底是个什么官啊？刚问完官职，女王的脸刷的一下就沉下来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乔伦这下彻底慌了，只能结结巴巴的重复：叫您陛下呀。结果女王直接炸了，她大声质问：管凯恩之王叫陛下，你这是压根没把我当女王看啊？乔伦一看这架势，哪还敢抬头？他赶紧解释说：绝对没有的事，我这是被您的威严给镇住了，脑子一下子没转过弯来。男人指着发光的地图说：这就是你以后要管的地方，边境男爵领。这话一出，底下的人全炸锅了，有人小声嘀咕：那不是启示录之城吗？那地方在地图上是有，可实际上连个活人都没有，全是怪物。眼看场面要失控，女王直接把剑往地上一砸，大喊一声：都给我闭嘴！女王当众宣布，从这一刻起，启示录之城正式更名，以后那里就叫驯兽师领地。这话一出，连内务部的副部长都坐不住了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：陛下，这所谓的边境男爵，历史上根本就没这个爵位啊？女王倒是挺坦然，她说：你当然没听过，因为这官职是我刚才现编出来的。乔伦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闹了半天自己成了个试验品。女王还笑着祝贺他，说他成了大陆历史上唯一一个边境男爵，一定要替我保护好那些珍贵的子民啊！乔伦现在是哑巴吃黄连，只能硬着头皮谢恩，说您的恩宠实在是太厚重了。随着长剑高高举起，这授勋仪式总算是走完了过场。他在心里疯狂咆哮：该死，真是该死啊！按照游戏原本的剧本，乔伦本该是女王最信任的禁卫队长，那是何等的风光。可结果呢？他后来卷进了一场大麻烦，最后落了个惨死的下场，妥妥的一个悲剧角色。旁边的士兵都在小声嘀咕，说这队长自从复活之后，整个人就变得神神叨叨的，是不是复活仪式出了什么岔子？乔伦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短命鬼啊？放着好端端的名字不用，偏偏让他穿成个游戏角色。要是能重来一次，当初那个该死的任务他打死都不会接。画面一转，回到了他原本的世界，那时候的他还不叫乔伦，而是叫方浩英，一个27岁的物流打工人，每天准时打着哈欠去上班，生活平淡的像一潭死水。看着路边上学的孩子，方浩英心里才踏实一点。这种机械化的生活，他已经坚持了整整3年。自从3年前父母去世后，他就成了个孤家寡人。方浩英其实没什么大梦想，拼命干活，也就是想让家里的弟弟妹妹日子能过得好一点。忙活了一上午，总算熬到了午饭时间，他1秒钟都不想耽误，直接钻进了休息室。对他来说，这每天唯一的盼头就是这款叫《骰子之王》的游戏，这也是他枯燥生活里唯一的慰藉了。他熟练地打开游戏，看看今天有没有人买装备，哟，生意还挺红火。方浩英搓了搓手，准备把今天的日常任务给清了。这就是萨满巴达，他有个特别离谱的技能，能直接把敌人变成自己人。方浩英就喜欢这种套路，费那劲招兵买马干什么？直接把对面的挖过来，这才是高端玩家的操作。正说着呢，前面蹦出来个大家伙，方浩英一点都不慌，手指头轻轻一点，大喊一声：给我过来吧！这波操作简直绝了，不仅白捡的打哨，还省下了一大笔点数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称霸全服那不是指日可待。方浩英刚清完日常，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提示：赛季限定任务解锁了，末日岭的防御战。方浩英觉得有点奇怪，这游戏的设定，末日明明是个城市，怎么现在变成领地了？可等他看清底下的说明，整个人都不淡定了。这哪是普通的任务奖励，这简直是发财的门路。只要能通关，积分竟然能直接换成现金，1分就是1万块，甚至还有5个神话级装备。方浩英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要是再把那5个神话装备卖了，这辈子还送什么快递啊？不过这任务有个坑，硬核模式，输了可就没机会重来了。可方浩英觉得这根本不算事，这奖励简直就是白送钱啊！公屏上已经彻底炸锅了，全是想抢手杀的。方浩英心里也直犯嘀咕，到底干不干？他算了算账，把自己全身家当卖了，估计也就值个500万。可要是赢了这一场，弟弟妹妹以后想吃什么买什么。想到这，他再也不犹豫了，直接一咬牙点了下去。任务虽然是开启了，可接下来的系统提示让他整个人都傻了，居然还有紧急补丁，难度直接原地起飞，变成了超级硬核模式。方浩英还没反应过来，耳边就响起了奇怪的声音。系统警告说，要是任务失败，不光游戏账号会被注销，连命都得丢在这。最绝的是现在想退出都不行了，这黑龙一露头，那大嘴一张，简直要把整个人都给吞了。更绝的是系统这时候又跳出来个提示，任务没完成之前，谁也别想退出游戏。这下子方浩英是彻底没退路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怪物冲着自己咆哮。白光还没散干净，方浩英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整个人就被这股力量给卷进去了。
大致上，他最终附身到了游戏角色乔伦·泰莫的身体。在这个游戏世界中，人类只能通过祭司复活一次。以乔伦·泰莫为例，在战斗中牺牲后的复活仪式中，皓鹰的灵魂与他重叠，他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能力，反而被赋予了名为安抚的技能。黑状态窗口，你确定吗？无论游戏中时间流逝多久，现实中的时间始终停留。这时系统弹出提示：守护者您好，如果你成功清除，你的身体和灵魂将回到你被召唤的那一刻，时间在你的世界中不再流动。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。只要家里人没事，他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眨眼功夫，乔伦就被封为了边境男爵，直接住进了军营大帐。莉莉安赶紧跟上来确认情况：伯爵大人，您真的没事吗？乔伦随口敷衍了一句，就这么自顾自地走了。这下莉莉安彻底看不懂了，曾经那个让他崇拜的长官，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？乔伦现在压力山大，只要盯着莉莉安看，那个奇怪的面板就会蹦出来。莉莉安突然开口问：这个叫状态栏的到底是谁？原来这一路上乔伦嘴里就没停过，全在念叨这个词。莉莉安这是起疑心了，这下麻烦大了，总不能说自己能看到系统吧？乔伦现在是百口莫辩。莉莉安突然话锋一转：连长大人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乔伦回答得很干脆：我当然记得，毕竟这种角色解锁的剧情他早就通关无数次了。莉莉安紧接着追问：那你当时对我说了什么？画面一转回到了过去，那时候的莉莉安正躲在树林里偷偷抹眼泪，看起来无助极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乔伦出现在他身后，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：莉莉安。接着他说出了那句改变莉莉安一生的话：我们一起走吧。画面回到现在，士兵走进帐篷，提醒他士兵们还在外面等着呢。乔伦应了一声，说自己马上就过去。可就在莉莉安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乔伦突然伸手搭住他的肩膀，轻声叫了他的名字：莉莉安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莉莉安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原来他一直都记得。镜头一转，乔伦已经站到了训练场上，可眼前的局面让他有点头大。系统面板显示，这帮士兵的好感度平均竟然只有50左右。乔伦怎么也想不通，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大家的好感度可都在90以上，怎么一下子掉得这么狠？乔伦心里也清楚，这地方都要变成末日之城了，谁会愿意跟着他去送死？这帮人现在还没当逃兵，已经算够意思了。以前的乔伦·泰莫那可是个能说会道的魅力领袖，可现在的他根本没那个口才，只能在心里求援主帮帮忙了。这一刻决定了所有人的未来。士兵忍不住大声问：伯爵大人，我们连队以后该怎么办？乔伦看着大家，虽然我有权决定你们的去留，但真正决定你们命运的是你们自己。这话一出，底下的士兵全炸锅了。乔伦当众承认了，跟着一个被流放到怪物窝的人，确实会被人笑话。那些贵族老爷们现在估计都在背后看戏呢。但他话锋一转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享受荣华富贵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要是我真去当了那个禁卫队长，我是能天天吃香喝辣，可你们呢？你们还得在外面跟怪物拼命，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。乔伦越说越激动，与其那样，我宁愿跟你们站在一起，咱们要吃苦就一起吃。乔伦这番话算是说到大家心坎里了。系统提示好感度正在一点点往上涨，他接着承诺，只要跟着我，以后绝对不会亏待大家，哪怕现在要钻山洞吃苦头，我也要让你们以后能挺起胸膛说，这辈子跟着我干直了。底下的士兵听得热血沸腾，好感度直接刷刷的往上飙。乔伦趁热打铁，我们要去打下的领地，连开国皇帝都没见过，想跟我走的现在就站出来。乔伦带头举起了手，莉莉安就在他身后默默支持。这下全场彻底炸了，我也去，算我一个。谁能想到这支原本要散伙的队伍，竟然就这样被他给带回来了。乔伦这波操作简直神了，不仅把人心收得死死的，连系统都判定他的鼓舞技能升级了，搞定了这帮大头兵。接下来的事才是重头戏。乔伦马不停蹄地赶回了王宫，王座上的女人直接发问：大老远跑回来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？乔伦也没打算绕弯子，直接提出了他的条件，他要带走几个关键的人。女王这下被问住了，之前不是说好了那帮士兵都归你管吗？乔伦头也没抬，直接摊牌了。既然大家都是讲义气的人，那帮兄弟已经决定这辈子就死心塌地跟着他了。女王听完更纳闷了，既然人手都凑齐了，你还跑回来要什么随从？真要是缺人干活，去外面雇点佣兵不就行了？谁能想到乔伦心里打的是这个算盘，他竟然想要那些关在死牢里的重刑犯，只要给他们自由，这帮人就是最不要命的战力。画面一转，乔伦已经站在了阴森的地牢门口，这地方关的可都不是省油的灯。他直接亮出名号：我是边境男爵乔伦，今天我是来带你们出去的。守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探监。乔伦直接把赦免令甩了出来，谁跟你说我是来探监的？我是来放人的。旁边带路的守卫倒是挺自来熟，一口一个男爵大人叫着，结果一看这推荐名单，乔伦差点没气乐了。这个叫杰吉尔的家伙偷鸡摸狗的事干了一大堆，特长竟然是趁人睡觉搞偷袭，这种人带出去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乔伦实在是忍不下去了，你这推销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合着是把这儿最难搞的刺头全都甩给我了是吧？乔伦看着这一地烂摊子，心里别提多失望了。本以为能在这儿捞点宝贝，结果全是些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就在他打算转头走人的时候，角落里一个白色的身影让他停下了脚步。这地方怎么会有神职人员？乔伦指着那个金发女人问守卫，她到底犯了什么事？
守卫压低声音说：“那是路比亚背了2条人命，可奇怪的是，明明只死了一个人。”这话一出，乔伦彻底被勾起了好奇心，杀了一个人却背了2条命，这杀人的理由听得人后脊梁发紧。他先把人杀了，救活之后，竟然又杀了一遍。路比亚转头问守卫：“那些会变身的怪物，在你们眼里算人吗？”守卫想都没想：“那哪能算人啊？顶多就是长了一张人脸的畜生。”这话正好戳到了路比亚的痛处，他隔着铁栏杆大喊：“既然你们也知道那不是人，凭什么说我杀了人？”他杀的那个家伙专门绑架小孩卖给黑法师，这种披着人皮的怪物根本就不配活在世上。乔伦一开口就定了调子，那些畜生确实该死。路比亚这下看乔伦顺眼多了，虽然不知道这位贵族是谁，但说话还挺中听。他接着反问乔伦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那混蛋2次吗？”乔伦直接给出了答案：“因为复活术只能用1次，杀2次就是极限了。”路比亚接话：“没错，要是能把那怪物救活100次，我就能亲手杀他100次。”这股子狠劲儿，乔伦算是找对人了。路比亚这才正式报上名号：“我是哈里亚德，之意路比亚。”他刚放完狠话，赶紧又客气了一句，说自己这脾气连主教都嫌弃，让乔伦别往心里去。乔伦这会儿正盯着系统面板呢，这姑娘的神圣力量竟然是 A 级，虽然有个爱喝酒的小毛病，但绝对是个难得的顶级辅助。被乔伦这么盯着看，路比亚也觉得有点不对劲，问他是不是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。乔伦这才回过神，他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，只要路比亚肯去他的领地，不仅能当随军牧师，还能享受荣誉领民的特权，这可是从死刑犯变贵宾的机会。这种好事换谁不心动？路比亚有点不敢相信，这所谓的特权到底是什么？乔伦直接抛出了杀手锏：“我会给你惩罚罪人的权利。”这话简直说到了路比亚的，那就一起走吧。2只手隔着冰冷的铁杆，死死地握在了一起。乔伦这下算是捡到宝了，泰莫领的欢迎你的加入。这地方越走越窄，连天花板都变低了。守卫随口解释，这片是专门关异族的，个头矮的都塞在这儿。乔伦挺纳闷，异族犯人，这小个子犯了什么事？守卫语气平淡，偷窃，判了整整7年。乔伦问他到底偷了啥，巴纳尔这回答简直离谱。他说本来想偷走人家的心，结果没偷成就把房产证给顺走了。这理由听得人直翻白眼。巴纳尔还觉得自己挺有理，既然不能跟心上人住一起，那住进他的房子里总行吧。乔伦彻底没话说了，这逻辑真是绝了。他干脆打开系统面板，看看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。原来巴纳尔是个半身人佣兵，打架一般，但侦查和拆陷阱是一把好手。最关键的是这小子直觉准得吓人。虽然他还不认识乔伦，但已经感觉到这回可能有机会出狱了。乔伦盯着系统面板，这小子的佣兵背景比预想的还要值钱，要是能把他招入麾下，绝对是个大助力。乔伦故意叹了口气：“你才刚进来1年吧？后面还有6年要熬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”巴纳尔一听这话，当场就开始大吐苦水。他说这里的伙食连哥布林看了都得摇头，还得天天干苦力，他是1秒钟都不想待了。乔伦心里有数了，看来这小子是个吃货，比起干活他更受不了伙食差。既然找到了弱点，那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。乔伦直接亮出底牌，说能带他出去，别的不敢保证，但顿顿好吃的绝对管够，毕竟家里的厨子手艺一绝。巴纳尔这下真坐不住了，真的假的？可这牢里虽然也能花钱买吃的。乔伦转头问旁边的守卫，今晚伙食怎么样？守卫还挺兴奋，说是今天有特餐，发酵沙丁鱼冻凉拌史莱姆，还有牛头人骨头汤。巴纳尔一听这菜单，这哪是加餐啊，这简直是要命。他当场就拍了板，我去，不管去哪儿我都跟着你。乔伦笑着宣布，欢迎来到泰莫领地。这大宅子看着气派，其实是几年前立了大功，上面赏给他的奖励。可惜他平时总在外面跑，1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，这房子基本就是个摆设。原本上面还给配了人手，结果管家一听要去天启之城，头也不回的就溜了。现在家里就剩一个女仆，估计这会儿人也该跑得差不多了吧。时间一下子回到了4年前，那时候乔伦刚立了大功，在路边看到一群落难的人，乔伦随口问了一句：“这些都是什么人？”旁边的士兵赶紧解释说：“这些是刚从土匪窝里救出来的俘虏。”大部分人都急着回家，可唯独皮奇怎么劝都不肯挪窝。士兵也很无奈，说这孩子已经没家可回了，放了他也没地方去。乔伦看着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，问了一句：“你没地方去了吗？”既然没地方去，那就跟我走吧。当年随手救下的那个孩子，现在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柱。乔伦看着这气派的大宅子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这房子要是卖了，肯定能值一大笔钱。他越想越觉得这主意不错，要不干脆直接卖了。结果这话刚出口，旁边的皮奇当场就炸了：“主人，你要把我也卖了吗？这也太狠心了吧！”乔伦赶紧解释：“你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卖房子。”皮奇这才松了一口气：“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把我卖到别的人家去呢。”看看这属性面板，皮奇这姑娘哪都好，就是对主人执着的有点过头，除了让他离开，他什么都能答应。皮奇拍着胸脯保证，就算走到大陆尽头，他也会一直跟着主人。乔伦听了还挺欣慰，说这心意他领了。可这话锋一转，皮奇又补了一句：“要是主人敢丢下他，他就算追到世界末日，也绝对不会罢休。”系统这时候也来凑热闹，想要开除他得花1000点数，而且劝他主动辞职的成功率竟然只有1/1000。乔伦这下彻底没脾气了，就算真有那么多点数，他也舍不得这么糟蹋。更让他头疼的是，被一个跟妹妹差不多大的女孩整天追着喊主人，这压力确实有点大。皮奇这姑娘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上来就给乔伦一个熊抱。听说复活之后经常会头痛，我必须好好帮您看看。
乔伦赶紧挣扎，快松手，我都要喘不过气了。这一句话可把皮奇伤得不轻。我这么担心主人，您居然叫我走开，这也太让人寒心了。乔伦一看这架势，赶紧往回找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稍微往后退一点就行。趁着这机会，乔伦又提起了那个让他头疼的称呼。还有，以后别叫我主人了，叫我领主大人。结果皮奇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主人永远是我的主人。您现在当了伯爵，就不管我们这些员工的感受了吗？乔伦只能举手投降。行行行，我理解你的心情了，还不行吗？既然你非要认我当主人，那我的话你总该听吧。皮奇这下倒是答应的挺痛快，你能有这份心我确实挺感动的，但你必须搞清楚一件事，咱们这趟可不是去郊游，前方的路又远又险，我们要去的地方简直就是个怪物啊！以前在家里享福的日子，以后可就彻底没了，你要面对的麻烦可比照顾我一个人要难得多。乔伦最后把选择权交了出来，我不会强求你跟着我，到底去不去你自己想清楚。乔伦看硬的不行，干脆给他留了个台阶，你要是愿意，可以留下来帮我守着这个家，不管是跟我走还是在这等我回来，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。结果这番话刚说完，系统居然跳出来刷存再赶了，莫名其妙达成个隐藏成就，还白减了20点奖励。乔伦还没搞清楚状况，皮奇那边已经彻底燃起来了。皮奇大声宣布，我要永远追随主人，不管让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乔伦倒是挺会做生意，说等抓完魔物再来谈工资的事。结果还没等进门，那边就传来了惨叫声，有人在那儿气急败坏的喊：这马怎么一点都不听使唤啊！这匹战马可不简单，系统面板显示他聪明的很，而且他已经察觉到眼前这个主人换了心思。乔伦这下犯难了，系统提示说，要么花点数强行安抚，要么就只有10%的成功率，这不是明摆着坑钱吗？乔伦心疼的不行，这可是好不容易攒的点数。结果还没等他纠结完，莉莉安在后边开口了，他说：“你以前不是长在马背上的吗？怎么现在看着像第一次骑马？”莉莉安可是老熟人，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。乔伦赶紧想办法打圆场，干脆先给这马起个名字吧。乔伦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，既然这马这么不听话，干脆就叫他马英吧。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，这马一听有了名字，高兴的嗓门都大了好几倍。乔伦紧接着又下达了指令，结果这战马还真听话，直接在大马路上蹲起了马步。系统这会儿也给出了提示，说这马骑实心思特别细腻，因为有了名字，现在对乔伦那是百依百顺。既然这坐骑已经服帖了，乔伦也不再耽搁，招呼大家赶紧上路。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可是连接首都的交通要道，据说还有天使的祝福，一般的魔物根本不敢靠近。可这路好是好，就是实在太长了，这路怎么没个头啊？就在这时候，莉莉安突然凑了过来，领主大人，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乔伦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莉莉安刚才一直盯着他，是因为有正事要说，他还以为自己哪里露馅了呢。莉莉安说，趁着大家准备的时候，他去打听了一些消息。乔伦一听就不乐意了，明明出发前让他好好休息，这姑娘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莉莉安赶紧认错，乔伦也没真打算怪她，只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。结果莉莉安接下来的话让气氛一下子变了，她说通往莱恩法的路上竟然开始有魔物出没了。乔伦一听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大马路上怎么会有魔物？这完全不合逻辑啊！莉莉安说的非常肯定，虽然具体原因还不清楚，但这事儿绝对不是传闻。她亲眼看见大批部队正急匆匆的往西边平原赶，乔伦这下也犯难了。本来还想舒舒服服赶个路，结果这帮魔物非要出来捣乱，这下计划全被打乱了。莉莉安赶紧追问领主大人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硬着头皮继续走，还是绕个大圈子避开？乔伦这回没急着说话，就在这时候，系统提示又蹦了出来。系统直接给出了2个选项，要么走大路硬刚魔物，虽然危险，但奖励丰厚；要么绕远路求个稳当，可这样会浪费不少物资和时间。乔伦这下纠结了，到底是去冒险还是保命呢？他转头问莉莉安，你觉得该怎么选？莉莉安显然没料到，这还是领主大人头一回主动征求下属的意见。乔伦态度很坚决，让他尽管直说。莉莉安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把决定权交给乔伦。不过他提了个建议，魔物出没的消息绝对不能传出去。乔伦有点纳闷，这又是为什么？莉莉安看着后面的队伍，一旦大家知道前面有危险，军心肯定会乱，尤其是那些普通人，恐怕还没见到魔物就先崩溃了。乔伦却摇了摇头，他说不管最后选哪条路，真相必须告诉大家。莉莉安这下急了，明明刚才自己分析的那么透彻，领主大人怎么就不听呢？乔伦赶紧解释说自己刚才确实有点走神，其实莉莉安的顾虑他都懂，他也想图个省事儿，瞒着大家，但这事儿他不能干，因为他是领主的，对所有人负责。要是现在不说，等真撞上魔物了，那帮人非要吓疯了不可。只有提前打好预防针，大家才能时刻绷紧这根弦，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说完这些，乔伦直接勒住马绳，对着后面的队伍大喊一声，全体停下。他当众宣布了那个坏消息，去往西边平原的路上现在全是魔物。这话一出口，后边的队伍一下子就炸锅了。普通百姓哪见过这阵仗，一个个愁眉苦脸，觉得这把老骨头怕是要交代在这。倒是那些当兵的还算淡定，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，说这顶多算是个热身运动。路比亚听完不仅没害怕，反而还笑出了声。他正愁这一路上太无聊呢，有魔物送上门来，刚好给他解闷。可巴纳尔想不通，这好好的日子，不过非要跑去跟魔物拼命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当初老老实实待在牢里呢。
有人带头喊着太危险，甚至还有人嚷嚷说这简直是违约。莉莉安听得眉头直皱，直接拔高嗓门，让他们全都闭嘴。谁要是敢在领主把话说完前再往前瞎起哄，直接按抗命罪论处。场面总算被镇住了，乔伦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口，他已经决定了，就走大路。在他看来，就算现在绕远路，谁也没法保证100%安全，没准儿还会撞上更麻烦的东西。乔伦看着这帮担惊受怕的搬运工，当众给大伙儿吃了颗定心丸。既然他是雇主，就一定会保住所有人的命。毕竟这荒郊野岭的，就算没魔物，也多的是野兽和强盗，跟着他走反而是最稳妥的选择。乔伦直接把话挑明了，想毁约走人他不拦着，但跟着大部队走有精锐士兵护航，绝对比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安全。这番话效果立竿见影，乔伦的被动技能直接升到了3级，搬运工们的火气总算压下去不少。可这帮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带头的男人开口了，道理他们都懂，但既然风险变大了，是不是得加点钱？也就是所谓的危险津贴。乔伦这下头大了，系统居然又跳出了分支选项，给钱吧，搬运工是高兴了，可手底下的士兵估计要闹情绪；不给钱吧，这帮人肯定消极怠工，到时候行程被耽误，麻烦更大。乔伦怎么也没想到，这选择题里居然还套着选择题。要是只给搬运工发钱，那些拼命的士兵心里能平衡吗？就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乔伦突然想起了脾气，当初收服这小女仆的时候，系统给的选项也全是坑。既然给定的路不好走，那就干脆自己跳出框框。乔伦看着这帮搬运工，直接抛出了一个新方案：要是路上真遇到了魔物，只要把它们解决掉，掉落的战利品全都会分给大伙儿当补偿。不过这钱也不是白拿的，作为交换，搬运工们得全力配合，不管是修路障还是设陷阱，谁都不能偷懒。这条件一开出来，原本还闹情绪的带头男人立马就换了副嘴脸。这买卖听起来确实不亏，乔伦这招确实高明。安抚完搬运工，立马转头给士兵们打鸡血。他当众宣布击杀魔物的头等奖励肯定先紧着当兵的拿。以前大家是国家的兵，规矩多赏钱少，乔伦想多给点都费劲。但现在情况变了，他可是女王亲封的边境男爵，手下这帮兄弟全是他自己的嫡系亲信，规矩怎么定全看他一句话。这下当兵的劲头全上来了，跟着乔伦干，不仅能保家卫国当英雄，还能实打实地发大财。乔伦这波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收买人心，系统都忍不住跳出来点赞，说他跳出了固定选项，找到了最完美的解法。这下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士兵，对他的忠诚度全都蹭蹭往上涨，大家伙儿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，对着乔伦就开始疯狂欢呼：领主大人万岁，边境男爵万岁！在西部平原的驿站，乔伦正跟守卫打听消息，听说最近这路不太平，到处都在传有怪物出没。守卫说确实是真的，好几个驿站外的村子都已经发现巨魔了，上头还专门发了公文，让过路的商队都加倍小心。乔伦嘱咐守卫，要是附近有什么急报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他。交代完正事，乔伦一个人来到林子里，这怪物闹得人心惶惶，接下来的路怕是没那么好走了。皮奇凑到跟前问：“主人，你不累吗？”乔伦赶紧躲开：“别闹，挺痒的，你也赶紧找地方歇着吧。”皮奇撇了撇嘴，真是一点都不解风情。看着乔伦的背影，皮奇觉得他变了不少，难道真是因为死而复生，性格都跟着变了？这路走的皮奇直叫苦，他说早知道要靠2条腿走，怎么也得买头驴代步啊。乔伦一听这话头都大了，哪来的钱买驴？就算咱们关系近，这特殊待遇也绝对不能给。皮奇盯着这个抠门的主人，心里虽然在吐槽，但也只能老老实实跟着。皮奇还在那做梦呢，觉得现在虽然是靠腿走，但早晚有一天能坐到乔伦身边的马车上。另一边几个守卫正围起火堆发愁，这路怎么突然就不太平了？当兵的也纳闷，这福德瓦路不是有天使祝福吗？按理说怪物根本不敢靠近，现在这情况明显是出大事了。就在大伙儿瞎琢磨的时候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，路比亚拿着烟斗问：“哥几个借个火呗？”他这动作倒是利索，直接就在火堆里把烟点上了。路比亚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个还没缓过神来的年轻人，好奇为什么路上会出现怪物。路比亚开始揭秘了，他说这路上的怪物全是拜那些天使所赐，光给个祝福就不管了，这不就是典型的矿工吗？看着这帮当兵的吓成这样，路比亚还在这儿开玩笑，他说怕什么雷劈啊，真要是死了，姐姐我还能把你们拉回来。结果当兵的问了一句，要是你自己被劈了怎么办？路比亚倒是一点不忌讳，他说那你们就把我装河里，哪怕烧成灰也得带走。这话刚说完，士兵全被吓跑了。路比亚还在那儿抱怨说，要是天使们能干点正事，雷劈的就该是那些怪物，而不是他这个无辜的人。他顺手把烟斗递了过去，问乔伦要不要也来一口。乔伦倒是一点没客气，直接伸手接了过来。要是让家里那些兄弟姐妹看见，估计得吓个半死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反正这身体也不是原装的，爱咋咋地吧。路比亚一脸得意的显摆，说这可是从塔利亚弄来的好货，味道肯定差不了。乔伦点了点头，确实不错。路比亚紧接着又把话题绕了回来，他问乔伦，对于这路上到处乱窜的怪物，到底是怎么看的？乔伦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现实和游戏早就搅和在一起了，这世界才变得这么乱套。可这种大实话，哪能跟眼前这些土著直说啊？路比亚倒是看得挺透彻，他说连路灯都得1年充一次能，指望500年前的祝福一直管用，那确实是想得太美了。乔伦也跟着点头，说这玩意儿确实得定期维护。路比亚挺中意他这直爽劲儿，顺嘴问了一句，你父母怎么没跟着一起？
乔伦回得挺干脆，说他们出意外走了。路比亚赶紧道歉，还以为是死在怪物手里了。乔伦这话里带刺，他说确实是被怪物杀的，但那是个背了4次前科还肇事逃逸的畜生，在他眼里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人。路比亚听完这话，觉得俩人还挺对脾气，既然大家目标一致，乔伦也乐得多个帮手，这合作算是稳了。队伍继续往前赶路，可走着走着，乔伦突然一抬手，让整支队伍原地待命。莉莉安在后边都看傻了，这走得好好的，怎么说停就停了？难道前面出什么事了？系统任务刷的一下跳了出来，要从曼德拉草鹿手里保住货车，还得干掉至少30只才算完。乔伦一眼就认出了这玩意儿，以前在西边平原没少见，虽然只是些杂兵，但确实是出了名的难缠。这怪物长得像鹿，叫起来却跟曼德拉草一样要命，只要听到那动静，整个人就像陷进泥潭里，动作变得慢吞吞的。最烦的是他们临死前还要嚎上一嗓子。乔伦正琢磨着这帮家伙会从哪儿冒头，林子里突然有了动静，明明这会儿一点风都没有，树影却晃得厉害，这下没跑了。乔伦赶紧让大家伙打起精神，曼德拉草鹿就在附近。他指挥第1小队赶紧拿上长矛，把货车死死围在中间。乔伦扯开嗓子下令，把剩下的长矛全插进地里。士兵们齐刷刷应声，转眼就把货车围了个严实。光防守还不够，乔伦赶紧让皮奇带人把浸湿的棉花塞进士兵耳朵里，这可是对付曼德拉草的关键。皮奇二话不说，领着搬运工就动了起来。安顿好后方，乔伦骑上马，带着2、3小队直接散开阵型往林子里钻。乔伦指着前面的灌木丛大喊：“巴纳尔，往那边扔石头！”巴纳尔应了一声，甩手就是几块石头飞过去。巴纳尔这几块石头扔得真准，直接砸进了怪物堆里。紧接着林子里就传出一声惨叫，这动静大得吓人。曼德拉草鹿终于藏不住了。乔伦一看这阵仗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我的天！”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成群的曼德拉草鹿红着眼冲了出来。眼看怪物已经冲到跟前，乔伦扯开嗓子大喊：“骑兵队，冲锋！”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乔伦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：等等，我以前真的用过剑吗？完了，完全完蛋了！我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悄悄停止移动吗？不，那样我又会被怀疑的目光投来，我该怎么办？尖叫声使得士兵痛苦不堪。我的耳朵！乔伦感到困惑，虽然用棉花堵住耳朵，士兵还是那样受苦，但为什么我没事？是因为我在服兵役时听腻了鹿叫声吗？系统提示说，乔伦因为以前听多了尖叫，现在对曼德拉草鹿的攻击免疫了，但这好事而只针对他自己。乔伦突然反应过来，坏了，光顾着自己忘了给马塞尔塞了。他赶紧回头喊：“路比亚，快给马套个保护魔法！”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林子里那动静就传过来了，这下彻底晚了。马群被这叫声吓得当场发疯，一个个全都立了起来。乔伦和路比亚差点被甩下去，这马受了惊，根本就拉不住，撒开蹄子就开始在林子里乱窜。乔伦在马背上被颠得够呛，嘿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可畜生哪听得懂人话，只顾着没命的往前冲，结果一头撞上了林子里的曼德拉草鹿。这一撞力气可真不小，乔伦整个人直接飞到了半空。他在空中扯着嗓子喊，可根本没人能帮他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乔伦就这么直勾勾地冲着那头鹿砸了过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他稳稳当当地直接骑到了鹿背上，这一屁股坐下去，竟然直接把那头鹿给坐断气了。系统提示音刷刷的响，说他拿下了首杀，还顺手干掉了人家的首领。乔伦自己都懵了，这算哪门子战斗？可还没等他缓过神，周围突然传来了动静，抬头一看，一群长着獠牙的鹿正死死盯着他。守卫们急得嗓子都哑了，大喊着要保护领主。乔伦这会儿也有点犯难，以前拿的是菜刀，现在手里可是真家伙。不过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正面硬刚了。他想起之前在哨所的经历，连野猪都拿他没办法，这几只鹿还能翻了天不成？他反手就要拔剑，管他是什么品种，先解决掉再说。可谁能想到系统这时候突然弹了提示，原来这些鹿平时胆子特别小，现在之所以围着他，是因为首领被他做死了，他们现在正怕得要命呢。看着这群围上来的怪家伙，系统突然给了个新选项，只要花点点数就能直接安抚，这不比打架省事多了？乔伦二话不说，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安抚，结果还真成了。刚才还凶神恶煞的怪鹿，一下子变得比猫还顺溜，甚至还冲着他撒起娇来。乔伦大喊一声，让这些家伙拿出点气势，全速前进。结果这群怪鹿还真配合，扯开嗓子就开始嚎。趁着这股劲儿，乔伦也握紧了剑柄，这招还真管用。乔伦发现这效果简直跟游戏里一模一样。系统也跟着给出了提示，被安抚的鹿的叫声对自己人不仅没伤害，还能加各种增益状态，反倒是对面的敌人被这嗓门一吼，估计魂都要吓飞了。乔伦这下彻底玩嗨了，一边挥剑一边感慨，原来这所谓的剑术练起来也就那么回事嘛。乔伦这一剑挥出去，发现手感完全不对，这把大剑看着挺沉，拿在手里怎么跟羽毛一样轻？原来根本不是剑的问题，是这副身体太猛了。虽说乔伦是个厉害的骑士，但也没听说强到这种地步，他又没皇室血统，哪来这种离谱的怪力？结果系统跳出来解释了，原来是因为灵魂还没完全融合，乔伦以前的招式他使不出来，但自己原本的身体素质却全都叠加进来了。现在的他力气足足是普通人的3倍。乔伦这下心里平衡了，既然剑术等级是0，给点这种数值补偿也算合理。乔伦还在琢磨这数值的事，这身体素质确实强得离谱，但眼下可没时间让他慢慢研究。他手起刀落，唰的一下直接把冲上来的怪鹿给劈了。
这3倍力气真不是盖的，砍这些怪物就像切菜一样简单。乔伦回头冲着身后的鹿群大喊：“喂，你们也跟着一起上啊！”结果这群怪鹿怂得要命，一个个在那儿直摇头，嘴里还嘟囔着什么。看这意思，他们是觉得对面也是同类，实在下不去手啊。乔伦这下也无语了，这群家伙关键时刻竟然讲起同胞情谊了。乔伦这下彻底纳闷了，这剧情在游戏里可没见过啊！难道是因为安抚等级不够，这群鹿才在这儿掉链子？就在他分心琢磨的时候，莉莉安急得大喊一声：“领主大人！”原来是林子里又窜出来一只怪鹿，奔着他们就撞过来了。莉莉安反应那是真快，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。莉莉安这一枪扎得真准，直接把那怪鹿捅了个对穿。可这畜生没立刻断气，反而扯开嗓子惨叫起来，这一叫可坏了事。旁边的士兵们一听这动静，手里的武器都快拿不稳了。乔伦一看这情况，立马发现了关键，他冲着大伙大喊：“都给我往脖子上招呼！只要把脖子砍断，这玩意儿连叫的机会都没有。”乔伦这脑子转的是真快，既然这群鹿不敢上去拼命，那就干脆把他们当成音波武器来使。他直接对着鹿群下令：“9号快叫，8号先在旁边等着。”这一嗓子吼出来，简直就是以毒攻毒。对面的怪鹿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震天响的动静给压制住了。乔伦这下算是玩明白了，带个能放简易技能的辅助，这仗打起来才叫轻松。他立马下令：“8号给我使劲叫，9号先在旁边待命。”这一嗓子吼出来，对面的怪鹿当场就栽了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莉莉安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些鹿自己还打起来了？乔伦现在可没工夫解释，他赶紧拦住莉莉安：“那2只落单的鹿千万别杀，留着他们还有大用处。”可还没等大家喘口气，乔伦发现情况不对劲，剩下的那些畜生这是要往哪儿跑？顺着他们逃跑的方向一看，坏了，那是咱们的补给车！乔伦急得大喊：“所有人快给我追！”乔伦对着眼前的鹿招了招手：“8号快过来！”虽然这要求挺离谱，但现在只能让你当坐骑了。鹿显然没反应过来，乔伦可不给他犹豫的机会，少废话，赶紧给我趴下！这一幕把莉莉安看傻了，领主大人这是认真的吗？结果乔伦还真就翻身跨了上去，这下莉莉安彻底没话说了，居然真的把鹿当马骑了。乔伦倒是一脸淡定，既然没马，那就拿这鹿凑合一下吧，只要能赶路，什么坐骑都一样。乔伦骑着这头鹿一路狂飙，这速度确实比马快多了，直接在林子里拉出了残影。守卫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全员戒备，赶紧给我拦住他！”坐在车上的巴纳尔一看这架势，不仅没害怕，反而还挺嚣张，大声嚷嚷着：“你们这帮家伙，这回可是踢到硬骨头了！”一颗飞石直接砸中了领头的鹿，这下好了，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家伙当场就歇菜了。这一道不要紧，剩下的鹿全乱了套，撒丫子就开始四处逃命，整个场面彻底失控了。守卫们赶紧围住马车，路比亚就在车里看着这出闹剧。乔伦大人这胆子比看起来还要小啊，把我留在这儿，不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烂摊子吗？路比亚双手合十，开始大声祈祷：“伟大的神啊，请一定要保佑弱小的人！”那些发疯的鹿就像撞上了南墙，一个个全被掀翻在地。路比亚接着喊道：“拥抱光明吧，全都给我爆发！”这招一出，整片空地都被金光给吞了。路比亚这招圣光威力简直大得离谱，唰的一下就把整片林子都给罩住了。那些发疯的鹿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被这股力量直接给掀翻了出去。乔伦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大声指挥：“干得好，快去路障那边，把他们的退路全给我堵死！”这下攻守之势彻底逆转，乔伦带着守卫立马冲向了防御工事。刚才还横冲直撞的鹿，现在全都被打懵了。这几只鹿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长矛给围了个结实。乔伦笑嘻嘻地走上前，说：“欢迎来到我的养鹿场。”他这回可是有备而来，直接推出来一辆带尖刀的战车。乔伦大手一挥，直接下令开攻。他盯着这些鹿看，发现有的根本没法驯服，那就对不起了，只能送你们上路。不过要是遇到等级高还听话的，乔伦倒是不介意留他们一命，毕竟谁会拒绝送上门的劳动力呢？乔伦手里的剑还没落下，这鹿就开始拼命求饶，说只要能活命，让他干啥都行。乔伦这下月了，直接把他搂了过来，说：“欢迎加入我的领地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些鹿就是免费的抽卡包，全杀了实在太可惜，必须得留着当苦力往死里使唤才行。乔伦赶紧让大家伙住手，别把这些新劳动力给弄死了。莉莉安提着长矛赶过来：“领主大人，你没事吧？”乔伦刚想说自己挺好，结果莉莉安补了一句：“我是问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，居然想把这么多鹿收编，这操作简直是疯到家了。”这下麻烦大了，底下的士兵们全在交头接耳，活捉鹿这种事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胡闹。系统这时候也跳出来补刀，说要是再不搞定这帮人，领地的安定度可就要崩了。乔伦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手套上沾了点毛，这手感居然比以前见过的都要顺滑。乔伦直接站到了高处，对着这帮满脸怀疑的士兵准备开始他的演讲。乔伦直接当众摊牌了，说自己死而复生之后觉醒了一种不得了的能力，专门用来收服这些鹿，这招叫魔物安抚，说白了就是把敌人变队友。为了证明自己没吹牛，他当场喊出了2个编号，结果这2只鹿一露面，全场都看傻了。他们刚亲眼看着同类被宰，现在根本不敢乱动。乔伦赶紧换了副面孔，像哄小孩一样凑了过去，说只要乖乖听话，以后好吃的管够。这套路还真把他们唬住了。乔伦对着2只鹿下令，一个躺下吐舌头，一个挽起了单腿站立。这哪还是什么凶残鹿，
简直就是马戏团里训练有素的小狗，乖得让人不敢相信。这一幕把旁边的士兵全看傻了，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鹿居然能听懂人话。看来领主大人刚才说的觉醒能力还真不是在吹牛。乔伦摆摆手，让这两只小家伙先去旁边歇着。看着他们乖乖走开的背影，大家伙还是觉得像在做梦。乔伦趁着大家发愣，赶紧开始给众人洗脑。他说这些鹿不仅能帮着打仗，以后搬重物、巡逻领地全靠他们了。乔伦又拿出了杀手锏，他指着手里的脚说：“这玩意儿可是宝贝，只要把脚和叶子一起煮了，那就是最顶级的体力恢复药。”底下的士兵们听得一愣一愣的。乔伦也不废话，直接转头吩咐皮奇去弄点热水来。皮奇赶紧答应着去准备了。乔伦在人群里扫了一眼，直接点名让那个叫雅克的士兵出来。雅克整个人都懵了，指着自己半天没反应过来。乔伦走过去，直接开启了神医模式，说：“你最近是不是老失眠，还总出虚汗，甚至连上厕所都不太顺畅？”雅克这下彻底傻眼了，这种私密的事儿领主是怎么知道的？乔伦心里暗笑，这还不简单，系统面板上全写着呢。乔伦直接开启了暖男领主模式，他说照顾大家是他的本分，让雅克放100个星喝下去，就算真出了问题，他这个当领主的绝对负责到底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雅克只能硬着头皮干了这杯。谁能想到这口茶刚下肚，雅克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。路比亚拉着士兵的手自言自语说：“领主大人果然没骗人，他的身体真的好多了。”士兵被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小声提醒说：“祭司大人，这摸得也太久了吧？”路比亚笑着调侃：“你这手还挺软的，既然天冷冻裂了，姐姐就帮你揉揉。这玩意儿要是卖到东大陆，价格可比普通鹿角贵多了。”士兵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要是能一直弄到这种宝贝，那以后可就发大财了。乔伦看着手里的药材，心里已经有了盘算，这买卖绝对亏不了。乔伦打算把这些怪物当成摇钱树，以后定期过来割脚就行。这算盘打的是真响。看大家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乔伦直接搬出老祖宗的例子，以前连龙都能听话，现在训几只小怪算什么？路比亚却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人心都隔着肚皮，更别说这些没脑子的怪物了。万一哪天他们突然发疯，那后果谁能担得起？乔伦倒是一点不慌，因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数值，只要安抚等级够高，这些怪物就翻不了天。他甚至还给路比亚派了个新活，要是谁敢不听话，就交给他这个祭司来处理。路比亚一听这话，反倒觉得这差事挺有意思。乔伦站在栅栏前，对着这群怪物发号施令，以后还敢不敢袭击人类了？这群怪物被治得服服帖帖，赶紧叫唤着求饶，再也不敢了。乔伦趁热打铁，直接跟他们谈起了条件，只要你们乖乖干活，我就给你们提供吃住，生病了有医生看，累了还能轮休，这待遇上哪儿找去？怪物们一听有这好势力，马点头答应。这下乔伦可赚大了，不仅兵不血刃解决了麻烦，还白捡了一堆劳动力，连安抚技能都跟着连升2级。乔伦转过头看着身后那群看呆了的领民，现在还有谁反对收留他们吗？大家面面相觑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毕竟谁也没见过能把怪物训成这样的领主。乔伦看着系统面板，发现安抚怪物竟然不给点数，看来这规则跟游戏里一模一样，不过只要能保住大家的命，少拿点奖励也无所谓了。乔伦大手一挥，对着身后的领民们喊道：“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只要没人受伤就是最大的胜利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咱们既然赢了，今晚就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。”领民们这下彻底乐疯了，一个个举起拳头欢呼：“领主大人万岁！”可就在大家准备开饭的时候，有人看着桌上的肉，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这玩意儿真的是鹿肉吗？原来乔伦是想把怪物的尸体直接当成晚饭给处理了，毕竟要是随便扔在野外，肯定会引来更多麻烦的怪物。莉莉安实在忍不住了，问乔伦：“就不能直接一把火烧了吗？”乔伦头也不回，这不正烧着呢吗？只不过是在锅里烧。看大家还是不敢动筷子，乔伦赶紧拍胸脯保证：“我自己不吃的东西绝对不会喂给你们。上次那茶叶不也挺香吗？再信我一回。”皮奇这边也没闲着，忙着给大伙儿端茶倒水。可炊事班长杰里却不乐意了，他一边盛汤一边嘀咕：“家里明明有粮，非要让大家吃这玩意儿。领主大人，这脑回路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”你还别说，杰里这手艺确实没得挑，就是这卖相看着实在让人没胃口。连路比亚都看傻了，当了这么多年祭司，还是头一回给怪物超度。他对着这堆肉开始虔诚的祈祷，希望能驱散怪物身上的罪孽，顺便把寄生虫也给净化了。可这肉看着实在倒胃口，上面还爬着不明生物，谁看了都得问一句：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？乔伦倒是心大，直接夹起一块塞进嘴里，还别说，味道竟然比想象中好。看来是厨师放血处理得够干净。乔伦转头看向杰里，既然你负责大家的伙食，今天就按我的法子来做，怎么样？杰里虽然一脸嫌弃，嘴里还不停的啧啧抱怨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答应了，毕竟领主的话就是命令。乔伦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能不能别每句话后面都带个啧啧？杰里没理这茬，一边啧一边开始干活，按照要求把肚子上的肥油一点点撕下来。乔伦指挥杰里把肥油裹在肉上，杰里一边干活一边心疼，觉得这么好的油扔了实在可惜。乔伦可没耐心听他啰嗦，让他赶紧拿绳子扎紧，再撒点香料去腥。要是杰里再敢发出那种嫌弃的声音，乔伦就要扣他工资去买鹿草了。接着就是重头戏，把肉放进烤炉，肋骨肉和洋葱串在一起烤。杰里还
还想显摆一下专业知识，问这肉要烤到几分熟？乔伦大手一挥，今天不搞特殊全员5分熟。杰里嘴欠又补了一句，这看着像3分熟啊。乔伦这回真火了，再废话就把你塞进去烤了，赶紧让厨师们准备沙拉，这顿大餐马上就要开席了。皮奇凑过来，好奇地问：“主人，这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啊？”乔伦拍了拍罐子：“这可是好东西，酱油。早知道当初多买点泡菜了。在凯恩王国的首都，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，但这东大陆的调料，皮奇显然有点接受不了。他小声嘀咕着，这种黑乎乎的东西，真的合主人的胃口吗？”乔伦一边往锅里倒，一边耐心地解释：“我爱不爱吃不重要，关键得看领地的百姓们能不能吃得惯。”这还没完呢，乔伦又往里倒了一整瓶酒，说是要压一压肉腥味，还得加上角叶茶水去味儿。皮奇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这哪是在做饭啊，简直像是在施展黑魔法。乔伦转头吩咐皮奇去把那边的水果榨成汁，全部加进调料里。肉烤得差不多了，乔伦让杰里先把肉拿出来，说是要先静置一会儿，这样口感才最好。这一刀切下去，肉质鲜嫩多汁。乔伦又在上面撒了点盐，这可是提鲜的关键。他直接插起一块肉递到了杰里嘴边，让他赶紧张嘴称唱。杰里这一口下去，刚才那股嫌弃竟然全没了，整个人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谁能想到这黑乎乎的怪物肉竟然能好吃到这种地步？杰里这下是彻底服了，赶紧低头给乔伦道歉，说自己刚才实在是太无礼了。乔伦倒也大度，只要以后别再阴阳怪气就行，顺便让杰里把剩下的串儿再烤。这波操作直接让乔伦的技能升级了，灵感等级从4级刷涨到了6级，这可是质的飞跃啊！底下的士兵们吃的那叫一个香，谁敢相信这是怪物肉，又嫩又多汁。乔伦看大家吃得高兴，干脆让厨师们也别忙活了，剩下的活儿他自己来。领地里瞬间变成了大型聚餐现场，莉莉安和路比亚他们也加入了，连皮奇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就在大家吃得正嗨的时候，空气里突然飘来一股奇怪的味道，这又是闹哪样？乔伦看着大家伙吃得这么香，忍不住调侃起来：“嘿，就这手艺，没准儿能上那个我是自由公民的节目呢。”旁边的士兵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赶紧追问这神仙美味到底叫啥。乔伦清了清嗓子，正式宣布他的名字就叫曼德拉草烤肉。看看这色泽，再配上这满满当当的料，简直就是艺术品。这名字一出，全场直接炸了锅。夜深人静，大伙儿都睡得正香。莉莉安一个人走在营地里，心里全是问号。我真的不明白，这事儿确实透着古怪。一个从来不进厨房的人，怎么突然转了性？不光开始做饭，居然还拿魔物当食材。乔伦居然还亲手把饭分给每个人。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劲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居然还能让魔物乖乖听话，这种本事简直闻所未闻。莉莉安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，既然已经决定效忠这位领主，那就没必要再怀疑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帐篷里突然传来了动静，怎么还没去睡？里面的人举起剑就要砍下去，莉莉安吓得魂儿都飞了。领主大人！乔伦也被这动静吓了一跳。哎呀，你可真是吓死我了！看着乔伦这副狼狈样，莉莉安一脸纳闷：你大半夜不睡觉是在这儿偷偷特训吗？乔伦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那个如你所见，所以按照您的说法，是因为复活的后遗症导致您忘了怎么用剑，甚至连斗气都不会用了。乔伦点点头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莉莉安这下总算对上号了，难怪刚才看您战斗，不管是握剑还是步伐，简直比新手还要烂。虽然复活后丢掉技能，在常理中也说得通，但莉莉安还是觉得哪里不对。乔伦还以为就这一件事让你好奇，莉莉安这下可憋不住了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件？最让莉莉安想不通的是，既然剑术烂成那样，那这一身离谱的怪力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莉莉安越说越激动，您单手就能扔飞曼德拉草鹿，随便挥挥剑就能把它们切碎，这力气大的简直离谱。乔伦被问得有点心虚，有失必有得吗？丢了剑术力气变大点也正常，可莉莉安根本不吃这一套。那安抚魔物的能力呢？这种事我听都没听过。我不是在跟您开玩笑，不仅把罪犯变成领民，现在甚至还要借用魔物的力量，这完全不像以前的您。莉莉安低声感叹，以前那位身为连长的领主大人，就算有这种能力，也绝对不会去碰。乔伦顺着他的话接了一句，是因为这有损骑士的荣誉。乔伦看得很透彻，直言荣誉这东西，既不能让领民吃饱饭，也保护不了他们的安全。莉莉安还想争辩，可是乔伦直接打断了他。莉莉安，我知道你现在脑子里很乱，其实我也一样。谁能想到死而复生之后会有这么多麻烦事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就算现在的我变了样，我也会努力找回你熟悉的那一面。乔伦盯着莉莉安，就像我信任你一样，也请你继续相信我，跟着我走下去。这番话一出，莉莉安彻底没词，只能愣愣地看着他。乔伦特意叮嘱了一句，今天说的这些秘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莉莉安听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本来该是您的左膀右臂，结果现在竟给您添麻烦了。乔伦倒是一点没介意，直说没关系，既然领主大人忘了怎么使剑，莉莉安可坐不住了。从现在开始我来帮您，先把那边那把木剑拿起来。乔伦看着木剑一脸懵，拿木剑干什么？莉莉安一脸严肃，我要亲自教您练剑。说干就干，两人直接转场到了训练场。莉莉安喊道，准备好了吗？乔伦拿着木剑，心里估计直打鼓。以前明明是他教莉莉安练剑，现在风水轮流转，轮到他当学生了。莉莉安可一点没客气，直接摆好了架势。您以前教我的那些招式，今天我就原封不动的还给您。话音刚落，这木剑就带着风劈了下来。乔伦这回是真的惨，被莉莉安练得满头大包。皮奇在一旁气得不行，他怎么敢
对主人这样，我绝对不原谅他。乔伦反而笑了，怎么感觉你比我还生气？天都黑透了。乔伦劝皮奇赶紧去休息，皮奇却舍不得走，我不能留下来陪您吗？结果乔伦一开口，气氛全毁了。留下也行，要不你顺便把肉腌了吧。皮奇整个人都无语了，这要求也太离谱了。乔伦全身疼得像要散架一样，这领主当的真是一点都不轻松。他这会儿正后悔呢，刚才真不该把皮奇赶走，要是留他按个摩，这身老骨头估计能好受点。不过这顿打也没白，起码把灵气的基本功给练回来了，这对他来说可是个大收获。乔伦心里很清楚，这副身体的底子虽然好，但脑子里的战斗意识还没跟上。万一以后遇上成群的怪物，或者那些会飞的家伙，光靠这2下子肯定要吃亏。看来练剑只能用来防身，真要上战场，还得找个更厉害的家伙使才行。弓箭这玩意儿威力不够，造枪又太费劲，而且杀敌效率也跟不上。乔伦现在满脑子想的全是该怎么搞点大火力。乔伦琢磨着，大炮太笨重，要是能弄个手提式的小炮，一个人就能扛着走，那威力绝对够劲。他越想越觉得靠谱，只要成了远程输出，谁还傻乎乎的拎着剑去跟人近身肉搏呀？结果这念头刚冒出来，系统居然给回应了，直接解锁了个被动技能炮兵之国。这下操作大炮简直是手到擒来。乔伦乐了，以前当过炮兵还真没白干，不过想造炮可没那么简单，材料和技术全是坑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系统又给了个提示，这领地里全是宝贝矿产，甚至还有古代魔石。乔伦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手里不就正好有一个吗？有了这玩意儿，造炮的材料算是解决了。可这核心技术到底该去哪儿搞呢？系统这回挺给力，直接给出了2个方案，要么找矮人工匠，要么找法师帮忙。乔伦一下子想起来了，之前去监狱踩点的时候，确实见过2个矮人，这不就是现成的人才吗？不过法师也不能少啊，大范围攻击加辅助，这可是战场上的香饽饽。系统还想让他2选1，乔伦冷笑一声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结果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守卫就急匆匆闯了进来，出大事了！2个村庄同时遇袭，一边是巨魔，一边是格林姆林，都在等着领主去救命。乔伦这回遇上硬茬了，对面这只绿皮怪物，这一嗓子吼得震天响，摆明了是要下死手。乔伦心里很清楚，这要是被正面砸中，脑袋当场就要开花。关键时刻，他想起了莉莉安教的身法，后撤步不能拖泥带水，双脚千万别并拢，得靠侧前方的脚发力。乔伦猛地往后一跳，这一招用的确实漂亮，刚好躲过了致命一击。乔伦这一剑还是急了点，本想直接斜着砍断怪物的脖子，结果只留下了一道血口子。这怪物的皮比想象中厚多了。乔伦发现这招对付普通小怪还行，真碰上这种大块头，稍微分个心，剑上的斗气竟然就开始散了。还没等他喘口气，那怪物大吼一声又扑了上来。更离谱的是，刚才那道伤口竟然唰的一下就长好了，这恢复速度简直不讲道理。乔伦赶紧拉开距离，他知道硬碰硬肯定要吃亏，接下来不能再大开大合的挥剑了，得利用武器长度的优势，找机会打消耗战。乔伦这下不躲了，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这一剑带着斗气，摆明了是要抢攻。结果这怪物根本不躲，硬生生扛了这一招。这家伙是仗着自己恢复快，想玩命换血。既然你这么想打，那就成全你。乔伦身形一矮，直接钻到了怪物的后面，这一记重击结结实实顶在膝盖上。乔伦这回是真下了死手，趁着怪物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一剑横扫，这大块头总算倒下了，危机暂时解除。乔伦顾不上喘口气，赶紧冲向倒在地上的同伴雅克，醒醒，你怎么样了？男人虚弱的应了一声，我还行。乔伦看了一眼雅克的伤口，这石斧砸得可不轻。他突然想到，刚才那怪物的血不是能再生吗？直接喝了能不能救命？结果系统提示刷的一下就出来了，这巨魔血没处理过就是毒药，喝了不仅没用还得遭罪。雅克这时候还在那儿交代后事，说什么要回老家结婚，还要接父母享清福。乔伦赶紧让他闭嘴，这种话现在可不能乱说，你要是真敢死，我把你救活了也得臭骂一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支援的人怎么还没到？按理说早该露面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叫声，居然是几只曼德拉草鹿一蹦一跳的跑了过来，嘴里还嚷嚷着说马跑得太快追不上。乔伦可没时间废话，他赶紧把受伤的雅克托付给了其中一只8号，带他回营地。要是路上碰见巨魔，别硬拼，撒腿就跑。剩下的2只也没闲，乔伦接着安排13号去附近搜寻巨魔，9号跟着我。这几只小家伙倒是挺听话，点点头就分头行动了。可还没等他们走远，林子里又传出一声惨叫，这声音听着可不太妙，那个叫里奥的家伙到底跑哪去了？乔伦刚赶到现场，就看到一个守卫正被巨魔盯着。9号，快冲过去撞他！可话刚出口，他就后悔了，离得太远了，根本赶不上。关键时刻，乔伦脑子转得飞快，既然撞不到，那就试试这招。乔伦大喊：“给我安分点！”话音刚落，系统直接扣了5点能量，技能发动了。唰的一下，蓝光直接照住了巨魔。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大块头突然就哑火了，守卫整个人都看傻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乔伦可没打算停手，趁着巨魔发愣，赶紧补了一句：“把那玩意儿扔了。”这大块头死死盯着远处的乔伦，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，估计是在问刚才是不是你小子捣的鬼。看看这大块头的面板，智力居然有5、6点，在巨魔里算是个聪明鬼了。他的怪癖是喜欢砸碎头骨，就算被控制了敌意也还没散。守卫里奥这下彻底懵了，边境男爵
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乔伦赶紧下令：里奥，快撤，去跟大部队会合，这里我来挡着。里奥也不废话，扭头就跑。巨魔在那儿自言自语，满脸问号，搞了半天居然把乔伦当成老大了。乔伦扫了一眼数值，对面又来了一个帮手，战斗力还不弱。不过现在乔伦手里可是有王牌的，他指着刚露面的巨魔大喊：给我揍他！这下场面彻底乱了，刚才还是一伙的，现在直接反水。被控制的巨魔二话不说，对着同伴就是一记狠的。乔伦看着眼前的乱局，忍不住感慨，想要对付这帮狡猾的家伙，还是得以毒攻毒最管用。这招借刀杀人，以后绝对得拿小本本记下来。战斗结束的比想象中还快，躺在地上的那个临死前总算反应过来，人类才是最阴险的那个。乔伦可没打算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这一剑下去，剩下的麻烦也该彻底清空了。我有点抱歉利用并杀了你，但我别无选择。谁能想到这巨魔命这么硬？系统提示说，就算被砍成2件，只要身体凑一块还能活。乔伦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这一剑下去，算是彻底断了他的后路。虽然这招借刀杀人挺好使，但这股力量太不稳定了，估计是安抚等级还不够。算了，只要能把里奥救下来，这点消耗也算值了。结果一回头发现旁边还蹲着个小家伙，在那儿拼命求饶，说自己以后绝对听话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林子里又钻出2个大家伙。这下乔伦后悔了，早知道刚才那个巨魔就不杀那么快，留着当炮灰多好。看着这2个气势汹汹的巨魔，乔伦还想故技重施，打算再来一次安抚。结果系统这时候掉链子了，技能居然还在冷却中，还得等整整1分钟。冷却时间与目标地强度或安抚难度成正比。乔伦转头看向身后的曼德拉草路，好吧，9号，那些家伙冲过来时就尖叫。话音刚落，就响起爆炸声，浓烟里缓缓走出一个人影。难道是爆炸魔法？可情报里压根没提过，这村子里还藏着法师。他正四处张望，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在高处偷袭。结果还没等他找着人，伯恩巴尔突然在后面开了口：“你在那儿瞎瞅啥呢？”乔伦回头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冒出个矮人来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旁边的废墟里竟然爬出来个绿皮怪物，嘴里还嘟囔着听不懂的怪话。乔伦这才想起来，对付这种家伙必须得赶紧补刀砍脖子，不然一会儿就麻烦了。结果伯恩巴尔直接把他叫住了：“未受竹竿，这儿没你的事，老实待着，别插手。”说完，伯恩巴尔就从背后掏出个硬家伙。乔伦看得一头雾水，这矮人到底想干什么？伯恩巴尔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既然这钉子都起头了，那就要一口气给他钉死。”只见他抡起大锤，对着手里的黑疙瘩就是一下，这玩意儿刷的一下就变红了，烫得直冒烟。伯恩巴尔看准时机，直接把这烫手山芋甩了出去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那怪物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直接就被炸成了2截。这威力简直不讲道理，乔伦整个人都看傻了。这手法，这镜头，怎么看都像是传说中的手榴弹啊！他忍不住感叹，这玩意儿居然比法师的爆炸魔法还猛。伯恩巴尔听了这话，嘿嘿一笑。乔伦在那儿支支吾吾半天，连人家名字都念不利索。伯恩巴尔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直接自报家门：“我叫伯恩巴尔，伦廷。”点开面板一看，这属性确实有点偏科，魔力虽然是一窍不通，但在搞爆炸这方面绝对是顶尖的专家。乔伦这下可算找着宝了，说自己一直在找他这种人才。伯恩巴尔却听得心里发毛：“咱俩头回见面，你怎么连我名字都知道？”还没等解释清楚，乔伦这动作直接把气氛降到了冰点，这可把伯恩巴尔吓坏了。刚才还夸我呢，怎么转头就要动武？乔伦突然大喊一声，让他站在原地别动。还没等这矮人反应过来，乔伦直接借力一蹬，整个人唰的一下飞了出去。原来这背后还藏着个大家伙，乔伦这一跳正好对准了怪物的要害，这一剑直接捅进了要害。这怪物临死还想哼唧2声，乔伦一脸不耐烦，这家伙命还真硬，简直没完没了了。他手上一使劲，彻底送这畜生上了西天。乔伦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是解决了。伯恩巴尔在后头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可低头一看，这手全是刚才剑上的血。伯恩巴尔突然凑了过来，抓住了他的手。哎呀，这手可不能弄脏了。伯恩巴尔听得一头雾水，脏？伯恩巴尔感慨万千，真正脏的是我呀！你拼了命救我，我刚才居然还在怀疑你。可还没等2人多煽情一会儿，周围的哭喊声就把他们拉回了现实，到处都是废墟和尸体。小男孩在瓦砾堆里哭着找妈妈，女人对着昏迷的丈夫拼命呼喊。看着满地的惨状，路比亚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又要开始了。”乔伦听得一头雾水，什么叫又要开始了？路比亚没说话，只是默默抽了一口烟。周围的村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拼命喊着：“祭司大人，救救我女儿吧，还有我丈夫，求求您了！”路比亚终于开口了，他让大家把尸体都搬到一起，不管是断掉的手脚还是碎掉的肉块，全都要找回来，只有这样复活之后才能算是个全尸。这话一出，旁边的男人直接听傻了，什么？祭司居然能复活死人？村民们一听能复活，全疯了似的往前挤。乔伦赶紧站出来大喊：“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复活术可不是路边的白菜，光靠他一个人根本救不了这么多人。”看着大家绝望的样子，乔伦语气缓和了下来，这种失去亲人的滋味他比谁都清楚。乔伦安慰大家再坚持一会儿，圣骑士团已经在路上了，等大部队一到，所有人都有救。原来这复活术也有讲究，得一群人凑在一起祈祷才行，而且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，像乔伦这种死过一回的，再出事可就真没戏了。乔伦让大家先为死者祈祷，剩下的交给他来扛，只要天亮之前不出岔子，这村子
就算保住了。巴纳尔这下坐不住了，直接站出来训斥这帮村民，人家拼了命救你们，你们居然连句谢谢都没有。这话一出，刚才还吵吵闹闹的人群一下子全没声了。终于有人反应过来，带头对着乔伦他们鞠躬道谢。这下全村人的心总算齐了。乔伦也没想到，这波操作竟然让他的被动技能升级了。画面一转，大家回到了帐篷里休息。伯恩巴尔直呼乔伦的大名，皮奇一听就火了，这可是堂堂边境男爵，谁这么大胆，怎敢这么没礼貌？伯恩巴尔也觉得奇怪，你又是哪位？皮奇这一长串的头衔报出来，直接把在场的人都听愣了。伯恩巴尔先挑起刺来了，他觉得这称呼不对，不就是个普通女仆吗？皮奇一听这话，立马就不乐意了，非要强调自己是贴身侍女。乔伦看这俩人要掐起来，赶紧出来支持皮奇去弄点啤酒和烟草，再顺便带点下酒菜。结果伯恩巴尔一开口，把大家都给整愣了。他说自己从不抽烟，这下乔伦是真没想到，这年头居然还有不抽烟的矮人。伯恩巴尔解释到，身上要是沾了烟味，对火药味就不灵敏了。他还不忘补一句，烟可以不要，但黑皮必须得管够。乔伦只好开口求助，皮奇拜托了。皮奇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，但既然是主人的命令，他也只能乖乖去跑腿了。乔伦先替手下的无礼道了个歉，还让伯恩巴尔直接叫他名字就行。伯恩巴尔盯着乔伦看了半天，突然夸他很有潜力。在这大胡子看来，很多人一得势就变了副嘴脸，还美其名曰是位置改变了人。其实那都是扯淡，要是换顶帽子就认不出自己是谁，那只能说明这人本身也就这点出息，除非那是一顶传说中的神盔，否则这锅位置可不背。乔伦虽然认同这番话，但现在可不是感慨的时候，他赶紧追问刚才提的那个建议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。伯恩巴尔这回是掏心窝子了，乔伦我挺中意你，毕竟你救过我的命，而且你说的那些大炮计划我确实很感兴趣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我真想跟你去领地闯闯。乔伦这就纳闷了，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难道是怕领地里的魔物太多？伯恩巴尔这话说的够硬气，对他这种矮人来说，去哪儿都不怕有魔物，反而怕没魔物可打。乔伦听完直接乐了，不愧是老江湖，可既然连魔物都不怕，到底是什么让他这么犹豫？伯恩巴尔叹了口气，说自己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给人当差，这是骨子里带出来的毛病，改也改不掉。要是真成了贵族的家臣，天天得点头哈腰表忠心，他可没那个耐心，万一哪天脾气上来了，还得连累乔伦丢面子。乔伦听完笑了，说你完全想多了，我压根没打算让你当下属。伯恩巴尔这下更糊涂了，难不成是签雇佣合同？那不还是老板和打工仔吗？这种关系他照样没兴趣。乔伦直接抛出了杀手锏，他想请伯恩巴尔担任领地的武器顾问，专门负责大炮和弹药的研发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职位。乔伦的意思很明确，你不是我的手下，而是我的导师。伯恩巴尔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导师？你小子不是在拿我寻开心吧？别是嘴上说的好听，回头就把我骗去矿场挖土，我可提前说清楚，除了研究大炮，别的体力活我一概不干。乔伦听完直接笑了，他说像你这种级别的顶级工匠，让你去拿铲子干活，那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工匠这2个字一下子戳到了伯恩巴尔的心窝子。以前在别人眼里，他就是个只会玩火药的疯子，是个到处炸矿山的麻烦精，从来没人真正尊重过他这门手艺。就在这气氛有点煽情的时候，皮奇端着啤酒和下酒菜进来了。这酒一上桌，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。伯恩巴尔一口闷下去，直接认出这是加利亚产的黑啤。乔伦笑着点头，说喝黑啤肯定的选加利亚的。看着伯恩巴尔这副模样，乔伦有点出神，这大胡子说话的腔调，还有这豪爽的性格，简直跟以前部队后勤中心的中士一模一样。酒足饭饱，伯恩巴尔放下了酒杯，他问乔伦，如果自己真的去当这个顾问，能不能答应他一个条件？乔伦还以为他要提什么高难度的要求，结果这老哥指着桌上的酒菜问，以后能不能天天管够？就这要求？乔伦直接乐了，看来这顶级工匠也是个实诚的吃货。泰莫领地正式迎来了这位顶级的武器大师。刚安顿好伯恩巴尔，领地门口就传来了马蹄声。带头的德米斯一见面就对乔伦客气的不行，直夸这位边境男爵辛苦了。乔伦哪敢摆谱，赶紧让对方放松点，说自己只是个小辈，大家随便聊聊就行。可这位副团长是个死脑筋，非说乔伦是女王亲封的贵族，这规矩绝对不能废，看来是个极度忠诚的狠角色。乔伦下意识扫了一眼，结果这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对方这属性面板简直强得不讲道理，战斗力直逼90，甚至还是个龙级剑士。德米斯还在那儿感叹，要是侦察兵能早点发现魔物，这出悲剧本可以避免。乔伦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龙级剑士的头衔。要知道，在西大陆，战士的等级划分非常严苛，龙级已经是接近顶点的存在了。这种级别的大神怎么会亲自跑到他这个边境领地来？要知道，龙级剑士那可是能跟巨龙硬碰硬的狠角色。要是能把这种大神挖到自己领地，那以后还怕谁啊？可惜这哥们儿对女王死心塌地。乔伦正客气着呢，结果德米斯突然冒出一句，说对他很失望。德米斯接着开启了说教模式，说你明明带兵打仗这么厉害，干嘛非要窝在边境干杂活？就没想过为国家干点大事？乔伦只能尴尬的打个哈哈，说自己也有难言之隐，本想赶紧把剩下的烂摊子甩给圣骑士团，自己好赶紧撤退。谁知道德米斯突然叫住了他，说他这次过来其实还带了女王的口信，女王不仅要给奖励，甚至还要给乔伦升官。乔伦这下真懵了，自己本来只想低调混日子，结果德米斯说女王对他这段时间的表现那是相当满意，
既然是女王下旨，这礼数肯定不能少。乔伦赶紧单膝跪地，这旨意里的内容可不简单。女王希望他把领的建成要塞，死死守住边境这道防线，顺手还甩了整整2000金币，让他分给手下的弟兄们。德米斯看他这副样子，还以为他是嫌钱给少了。乔伦赶紧否认。乔伦心里直犯嘀咕，自己明明只想当个小领主，怎么这德米斯非要把他往大英雄的位置上推？说白了，女王的意思很明确，就是要让他死磕在边境，把这儿建成铁板一块。就在乔伦头疼的时候，之前被巨魔袭击过的村子又出了新状况。这帮死里逃生的村民见识过乔伦的本事后，竟然想全家老小都跟着他混。乔伦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，直接一口回绝了，年纪太小，这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乔伦瞅了瞅这帮村民，这属性简直没眼看。本来还想着能不能捡漏个法师，结果全是些普通老百姓。就在他准备撤退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个声音。乔伦回头一看，这又是哪位？眼前站着个绿头发的女孩，手里还拿着根法杖。她说昨天被乔伦救了一命，这回是特地跑来谢恩的。系统也跟着跳出来，疯狂暗示说这可是个关键人物，现在领地正缺法师坐镇，招募他绝对是稳赚不赔。乔伦心里这下踏实了，看来刚才没急着走是对的。虽然这姑娘梅丽尔看起来唯唯诺诺，但只要能用法术，那就是领地急需的宝贝。梅丽尔还在那儿小声嘀咕，说自己没什么大本事，只求能跟着乔伦混口饭吃。乔伦扫了一眼这女孩的属性，智力和安抚全是 A 级，虽然魔法数值波动大的离谱，但这可是极其罕见的天气法师。乔伦哪能放过这种人才，直接一把拉住他的手，太末领的欢迎你的加入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刷的一下跳了出来，新手教程总算圆满结束，不仅拿到了 S 级评价，还顺手把伯恩巴尔和梅丽尔这2员大将收入麾下，甚至还白捡了一堆魔物。这波操作简直是满分开局。紧接着一行人马不停蹄，总算赶到了泰莫领地。可这地方看着怎么一点生气都没有。乔伦刚下马往前走，脚底下就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低头一看，这袋子里装的竟然全是虫子。看着眼前这片破败的废墟，乔伦这下是真傻眼了，这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这烂摊子到底该从哪儿开始收拾啊？还没等他感慨完，系统提示音就响了，第一张无尽的十字路口正式开启，要求他立刻准备第一波防御。乔伦倒是挺淡定，我知道这是个塔防游戏，所以什么时候开始？话音刚落，眼前的屏幕刷的一下变了，倒计时10秒，第一波进攻马上就要到了。2路哥布林已经杀过来了，目标直指大本营。乔伦心里咯噔一下，东区办事处离这儿可不近，要是被偷了家，咱们之前的努力全白费。系统提示刷了出来，哥布林的先锋部队已经动身了，留给咱们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2个小时。乔伦赶紧下令，曼德拉草8号，快去摸清楚对方的底细，有多少人拿的什么家伙，全都给我带回来。他转头冲着大伙儿喊，哥布林要打过来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踏进办事处一步。可这帮老百姓根本不买账，有人觉得他在瞎咋呼，有人还在抱怨国家不管事儿，甚至连小孩都被吓得够呛。乔伦现在压力山大，系统面板一直在报警，老百姓的安抚等级掉得飞快，再这么下去，这地方自己就先乱了。这时候领地里的杜诺拉站了出来，他一脸纳闷地问乔伦，这帮哥布林平时都是小打小闹，怎么这次突然成群结队了？而且你一个骑士又不是什么魔法师，到底是怎么提前知道消息的？杜诺拉越想越觉得离谱，东区办事处现在就是片废墟，没粮没肉的，哥布林疯了才往那儿钻。乔伦没时间跟他解释系统的事，财务官我有我的法子，现在咱们没工夫磨叽，要是哥布林最后没来，我这领主就不干了，连骑士的荣誉我都不要了。杜诺拉一听这话，心里的小算盘就开始打响了，要是哥布林真没来，这赌注对他来说是不是太划算了？乔伦也是个狠人，直接把赌注加码，要是没有我把所有家产都给你，但要是哥布林真的来了，你以后就要乖乖听话，别再跟我这儿阴阳怪气的。为了稳住这帮老百姓，乔伦当众拍了胸脯，大家伙儿尽管放心，这次打仗不用你们上阵，我带着自己的亲信去搞定。莉莉安在旁边听得直皱眉，把全部家当都赌上，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？结果乔伦两手一摊，反正我也没几个子儿，输了也不心疼。乔伦反过来问他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莉莉安叹了口气，我又不是什么预言家，你突然说有怪，还指名道姓说是哥布林，换谁谁也不敢信啊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既然乔伦复活之后连安抚怪物的本事都有了，再多出个预言的能力，好像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乔伦顺着话茬往下编，说这大概就是安抚能力的副作用。其实他心里门儿清，自己是靠系统面板开挂，可对莉莉安这些土著来说，这事儿确实解释不通。正当乔伦还在琢磨怎么圆谎，莉莉安直接把他的话堵了回去，你没必要再解释了，因为我相信我的领主。这话一出来，乔伦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莉莉安没打算听那些虚的，那就直接下命令吧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乔伦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了。这小家伙一开口，直接印证了乔伦的预言，哥布林真的来了，差不多有50来个，手里全拿着破烂刀斧，正成群结队往这儿赶呢。乔伦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追问后边还有没有别的。结果这小家伙带回个怪消息，说再往后看就不行了，那边全是黑漆漆的雾气，根本没法靠近。黑雾，这又是什么新花样？看小家伙急得直叫唤，乔伦也没难为他，毕竟有些东西确实不是靠嘴能说清楚的。既然肉眼看不透，那就只能靠系统了。乔伦赶紧在心里呼叫面板，能不能像上次那样，直接把画面给我调出来？既然能跟这些怪物沟通，那能不能更进一步，直接共享他们的视野？
没想到系统这么给面子，直接送了个新技能共情，只要产生接触，怪物的记忆和想法就能看得精光。乔伦这嘴也是没谁了，非要嫌弃系统给的太晚。结果系统反手一个是否取消，吓得他赶紧认怂，连声说谢谢。乔伦伸手按住侦察兵，让他重新回想那片诡异的黑雾。乔伦这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画面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这不就是游戏里的地图吗？没探索过的地方全是黑影，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开荒。以前玩游戏，这玩意儿顶多算个视觉障碍，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。乔伦闻到一股恶臭，隔着视野都能感觉到那股危险，就像是有毒的瘴气一样。看来这共情技能给的太足了，不光能共享视野，连嗅觉和触觉都同步过来了。乔伦这下反应过来了，这不就是游戏里的出生点保护机制吗？说白了就是怕玩家太阴，守在门口刷怪，所以系统故意给怪物加了层保险。难度越高，这保护手段就越花哨，要么让刚出来的怪自带无敌，怎么砍都砍不动，要么干脆把路封死，甚至只要你敢靠近，系统就直接降下惩罚，把你血条一下子清空。只要把这波防御打掉，领地范围肯定会跟着扩大。既然摸清了套路，那还等什么？乔伦大手一挥，全军听令，全速前进。既然决定要全速前进，后勤部队肯定得赶紧跟上。这一车车的盔甲武器，全是待会儿保命的家伙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偏偏出了岔子。这车轮子转着转着，突然卡死不动了。搬运工急得直嚷嚷：“这破轮子怎么回事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！”乔伦一看这情况，赶紧上去帮忙。他一边指挥一边吐槽说：“早让你们把货摆匀了。”乔伦也是拼了，亲自上手，跟着搬运工一起抬，喊着口号，想把车轴卸下来。可这活儿哪是靠蛮力就能干的？这一幕全被旁边的伯恩巴尔看在他眼里，这帮人类的手简直比脚还笨。伯恩巴尔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扯开嗓门开骂，说这帮人全是废物，就算是手抖的骷髅兵，干活都比他们利索。他指着乔伦鼻子就骂，说你是不是脑子转不过弯？放着我这么个矮人大事不用，非要自己在那儿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。乔伦赶紧打圆场说，这种搬砖的杂活，哪好意思麻烦您老人家呀，我们自己随便搞搞就行了。结果伯恩巴尔根本不听这套，直接拎起锤子就上了。这下把乔伦和旁边的工人都看傻了。伯恩巴尔拍拍手问乔伦，你是不是打算拿这破车当路障？乔伦只能愣愣地点头。大师冷哼一声说，既然要当路障，直接把前轮拆了不就要了？这样一来根本不用费劲找东西垫着，这车绝对稳如泰山。把轮子拆下来，不仅能让车子变路障，这圆滚滚的大家伙还能直接拿来当盾牌使。乔伦这下是真服了，直夸矮人大师就是专业。伯恩巴尔还挺傲娇，说这可不是在干杂活，这是在改良战斗兵器。既然问题解决了，大部队赶紧重新出发，毕竟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可前线传来的消息让气氛一下子又紧了起来，敌军竟然分成了两路，正大张旗鼓地压过来。如果死守最后一道防线，确实能集中火力，可一旦被对方冲破，那这局棋就彻底输了。看看这地形，两边是刷怪点，中间全是乱石和土堆，活脱脱像一道天然屏障。乔伦盯着战术地图，要是能把远程输出放高处，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可惜这地方邪门得很，土质又松又滑，弓箭手站都站不稳，更别说瞄准射击了。这明显是系统在搞鬼，故意不让玩家占便宜。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，这鬼地方哥布林走起来也费劲。就在这时候，梅丽尔有点打退堂鼓。他说自己虽然下过副本，但这种成百上千的场面确实没见过。乔伦倒是稳得很，让他只管在后面施法，剩下的全交给他们来扛。这平原地形最适合天气魔法发挥，除非对方能变出片森林来。刚才系统状态栏里是不是提到了森林属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乔伦倒是反应快，转头招呼自己的8号坐骑。既然普通马爬不上去，那就换个专业的试试。谁能想到曼德拉草路在这么陡的坡上竟然如履平地，这下子制高点的问题总算解决了。乔伦骑着这头怪鹿还在纳闷这家伙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，结果这坐骑还挺自信，说自己的蹄子就是为了跑山路长的。乔伦可没心思听他吹牛，毕竟这蹄子长啥样，他做猪蹄汤的时候早就看腻了。既然这坐骑这么稳，乔伦赶紧招呼大家，让弓箭手和巴纳尔全都骑上来。这话一出，巴纳尔第一个不干了，让他骑着怪物扔石头。连伯恩巴尔都觉得乔伦这是彻底疯了。乔伦这回是真的心疼了，行，不就是点数吗？我给还不行吗？到底要扣多少点数才够？赶紧给我安抚住，全都给我老实点。还没等他喘口气，系统提示就跳出来了，第一波怪物攻势只剩最后10秒倒计时。谁都知道这所谓的攻势就是成千上万的怪物要像潮水一样冲过来了，这每一关竟然足足有10波进攻，倒计时归零。这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，密密麻麻的怪物一下子全冒了出来，这阵仗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弓箭手听令，别管前面的全都给我瞄准后排射。乔伦他们占据了绝对的高地，这下底下的怪物全成了活靶子。随着一声令下，箭雨直接灌了下去。这帮哥布林还没反应过来，同伴就先到了一片，场面一下子就乱了。可这帮家伙也是真不要命，顶着箭雨竟然还想强行往上爬。这帮哥布林还在那瞎指挥，结果箭雨一落，跑得慢的直接就交代在那了。乔伦一看这情况，光靠箭雨还不够，巴纳尔把那几个带头冲锋的给我打下来。巴纳尔二话不说，骑着坐骑就冲到了前排，这会儿他最拿手了。谁能想到这矮人的投石锁比弓箭还要狠，
一石头下去，直接给哥布林开了瓢。乔伦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帮家伙是打算玩命了，长枪兵全都给我顶上去！这帮哥布林干脆不装了，他们竟然想徒手爬悬崖，守卫们手里的长枪就没停过，只要敢露头，直接就是一个透心凉。乔伦一看这架势，觉得见使的省着点用了，全体都有，停止射击。巴纳尔这下有点拿不准了，我也要跟着停吗？乔伦赶紧拦住他，你继续，反正石头漫山遍野都是。巴纳尔还不忘评两句，学我说话可没意思啊。乔伦也是干脆，直接让16号坐骑下去拿石袋，可底下的怪物根本没打算放弃，踩着同伴的肩膀也要往上爬。乔伦一看这架势，知道光守着肯定不行，他拍了拍坐骑，8号，咱们冲下去。莉莉安在旁边都看呆了，你虽然忘了怎么骑马，但在这些怪物背上打架，你倒是挺熟练啊，这才是真正的骑战剑法。乔伦根本没心思开玩笑，他直接抡起大剑，这一剑下去就是要彻底断了这帮怪物的念头。莉莉安看着乔伦的背影，忍不住夸了两句，你这斗气用的是越来越顺手了，虽然还没赶上以前的水平，但进步确实快。乔伦头也不回的回了一句，那也得看是谁教的，别忘了当初你可是我的学生。他拍了拍坐骑，8号，咱们去另一边支援。这一人一路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直接在战场上横冲直撞，这帮怪物彻底被杀破胆了。他们一边跑一边尖叫，有个疯子人类骑着曼德拉草杀过来了，快跑啊！有个落单的怪物还想悄悄溜走，他以为躲在阴影里就安全了，结果一抬头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道金色的剑光唰的一下劈了下来，这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，只能听到重物倒地的声音。乔伦看着远处的动静，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，那又是什么东西？谁能想到第一波攻势里竟然藏着这种狠角色？乔伦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个布林监工明明是关卡中期的头目，怎么现在就冒出来了？看看这属性面板，战斗力跟普通杂兵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这家伙靠恐惧统治小弟，而且死都不会后退。乔伦赶紧问系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第一波怪就出小头目，这不合逻辑啊！结果系统给出的理由简直让人哭笑不得，就因为乔伦表现太猛了，指挥得好，还利用地形打了个漂亮仗。系统觉得这关太简单，直接把难度给拉满了。乔伦这下真急了，表现好难道不是该多给奖励吗？哪有反手就给加难度的道理？系统冷冰冰的回了一句，这是动态难度调整。乔伦听完差点没背过气去，照这么说以后还得故意放水，总不能拿手下人的命去开玩笑吧？不过系统最后补了一句，难度越高最后的奖励就越丰厚。乔伦忍不住吐槽，这种事怎么不早说？结果系统更损，说根据他的性格和记性，早说了他也记不住。这话虽然扎心，但乔伦还真没法反驳。系统倒是挺淡定，说会在最合适的时候给他最有用的情报。乔伦盯着远处的大家伙，心里打起了算盘，要是直接找那家伙单挑，赢了是不是就能直接收工？不过转念一想，现在去拼命实在没必要，这可不是怂，这叫战术性规避风险。乔伦直接下令，所有弓箭手听好了，给我盯着那个大块头，全力集火。乔伦这一声令下，漫天箭雨直接封死了那怪物的退路。可谁能想到，这大块头不仅皮厚，反应更是快得离谱，这几下格挡直接把远程优势给废了。乔伦大喊，巴纳尔，看那家伙的动作。巴纳尔心领神会，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去搞定那个哥布林对吧？但这哥布林监工显然没打算给他们商量对策的时间，他竟然随手捡起石头就开始反击了。乔伦冷哼一声，就凭这玩意儿也想打中我们？可谁能想到，巴纳尔刚想趁乱偷袭，就被对方一眼识破，这下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巴纳尔赶紧认错，领主大人，是我大意了。乔伦倒是稳得住，他安慰巴纳尔，没事，继续扔，只要能缠住那怪物的脚，咱们就有机会。他拍了拍身边的坐骑，16号，快去叫梅丽尔过来。虽然早了点，但现在必须动用天气魔法了。这小家伙动作挺快，一溜烟就跑没影了，直接冲向了远处的绿发少女。梅丽尔这会儿还没反应过来，甚至有点不敢相信，这种关键时刻居然真的要让他上场。乔伦倒是很干脆，直接指着前面的大块头，让他赶紧放的大招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梅丽尔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大。不过这威力好像跟想的不太一样。梅丽尔这下彻底崩了，她不停的道歉，觉得自己一点忙都帮不上。乔伦倒是一点没生气，反而还得反过来安慰他，毕竟这事儿真不怪他。其实这游戏有个硬核设定，每次攻击都要这个20面头子，把点数加到基础属性上才算最终的攻击力。但为了防止运气太逆天，每个属性都有个封顶上限，就算你运气爆棚掷出最高点，最后该是多少还是多少。在这个异世界里，光靠运气掷头子可不行，各种突发状况都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数值。梅丽尔现在这种状态，魔法威力根本发挥不出来，毕竟她的上限虽然高，但下限也低得离谱。乔伦一眼就看穿了问题，这根本不是运气好坏的事，心里越是没底，这魔法就越是使不出力来。面对这么多怪物和血腥场面，害怕那是再正常不过了。乔伦也没打算逼他，只要能稍微干扰一下那个大块头就行。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梅丽尔，说他是领地里数1数2的高手，还是最厉害的天气法师。梅丽尔听完小声嘀咕说，整个领地一共就2法师，天气法师更是只有他一个，这第一名拿的也太……结果乔伦反应极快，直接反手一个超级加倍。他说这不正好说明你是独一无二，谁也替代不了的吗？这几句话一出，梅丽尔整个人都燃起来了。他咬咬牙，决定再试最后一次。这回法杖一挥，气势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。
这一杖挥下去，简直就是平地起惊雷。乔伦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这风力简直强得不讲道理。对面的怪物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股狂风卷到了半空。巴纳尔这下彻底懵了，这哪来的妖风啊？差点没把他整个人给掀翻过去。巴纳尔借着这股风势扔了块石头过去，那只倒霉的怪物还没叫完，就被这石头正面开了花。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怪物，现在全成了活靶子，一个接一个的倒在地上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乔伦看准这个空档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巴纳尔，快把那个袋子扔出去！”巴纳尔反应也快，大声回应道：“没问题。”巴纳尔这手劲儿还真不小，几个袋子划着弧线就飞了过去。袋子落地的一下子，里面的东西全散出来了。怪物头领急得哇哇乱叫，赶紧下命令：“都给我聚到一块儿，把头低下去，别乱动！”刚才那一招大爆发，确实把梅丽尔累得够呛。他觉得没能把怪物全解决掉，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。乔伦倒是一点不介意，这效果已经完全够了。他赶紧带着梅丽尔往回撤。那帮怪物为了躲刚才的风暴，现在蜷缩成了一团，这角度简直是绝佳的靶子。乔伦对着旁边喊了一嗓子：“伯恩巴尔先生，等很久了吧？”伯恩巴尔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手底下的活儿可一点没耽误。他一边调试装备，一边嘟囔，说自己这把老骨头都要被折腾散架了。乔伦倒是淡定得很，他轻轻取下胸前的饰品，他要让这群怪物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火力压制。压轴的大家伙终于露脸了。梅丽尔看着眼前这个铁疙瘩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乔伦一脸淡定的解释说：“这叫迫击炮，这玩意儿可比法杖厉害多了。光有炮还不行。”乔伦反手掏出一块蓝晶晶的石头，这下梅丽尔彻底坐不住了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原初魔石，这种宝贝平时见都见不到。乔伦却说得轻描淡写，说是上次领奖的时候顺手拿的。这石头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能根据主人的心意随便切换属性。乔伦对着系统下令，按照之前商量好的把属性调出来。这魔石果然听话，直接锁定了爆炸推进模式，这下动力源算是稳了。乔伦一看这严丝合缝的劲儿，忍不住夸了一句：“伯恩巴尔先生，你这手艺真是没得说。”伯恩巴尔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完美的可不止这一处。”乔伦低头一瞧，这一堆圆滚滚的炮弹看着跟保龄球似的。伯恩巴尔一边使劲一边吆喝，这圆滚滚的大家伙总算被抬到了炮口边上。乔伦看着手里这颗球，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：“你还真把它磨成正圆了呀！”伯恩巴尔一脸得意，说：“为了按要求把这玩意儿弄圆，他可是把压箱底的功夫都使出来了。”乔伦这下彻底放心了，他大手一挥，既然万事俱备，那就让这帮怪物见识一下厉害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唰的一下跳了出来，被动技能炮兵之国正式激活。这下不仅威力大，连准头都有了保障。既然大炮已经架好了，系统还挺有仪式感，非要给这新玩意儿起个名。乔伦倒是干脆随口就给他定了位，就叫迫击炮吧。名字虽然起得随便，但这东西的威力可一点都不含糊。随着魔力充能完毕，这台大家伙终于彻底苏醒。系统这边也挺配合，直接把启动口令设成了最简单的开火。乔伦可不打算乱轰一气，他让系统把模式功率细化到了100%，这下每一分能量都能用在刀刃上。系统界面刷的一下，把各种强度的弹道全都模拟了出来，只要技能等级够高，以后想打哪儿就打哪儿。看着远处的那些怪物，乔伦决定先拿个15%的功率试试水。随着乔伦一声令下，这颗新型魔石总算是彻底烧起来了。轰的一声巨响，这迫击炮的第一发直接把空气都给震碎了。这动静实在太大，把远处的守卫全都给吓傻了。那是什么声音？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那发带起火光的炮弹已经冲着哥布林飞过去了。这一炮砸下去，那群哥布林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被炸得满地找牙。乔伦盯着远处，则那个监工居然躲开了。旁边的伯恩巴尔这下是彻底看傻了。乔伦，这玩意儿也太猛了，你这简直是把大石头当弹珠在玩啊！要是食人魔来了，你是不是也能这么轰？乔伦转过头，伯恩巴尔先生，你这话的意思是之前压根就没信过我吗？伯恩巴尔一听这话急了，嘿，你把矮人看成什么人了？只要我们认准了谁，那绝对是铁了心跟到底。乔伦笑了笑，行了，测试环节到此为止。伯恩巴尔先生，把炸弹给我，咱们该动真格的了。伯恩巴尔一边递东西一边纠正，那叫炸弹石。你这口音学得还挺快，不愧是跟我混出来的。乔伦拍了拍炮身，准备装弹。伯恩巴尔拍着胸脯保证，放心吧，出不了岔子。眼看伯恩巴尔又要抡锤子，乔伦赶紧拦住他，等等，先停下。现在咱们有魔石了，不用每次都靠蛮力去砸。伯恩巴尔尴尬的笑了笑，哎呀，老习惯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乔伦直接下令，这次把功率拉满，给我用20倍强度轰过去。底下第一个布林还没反应过来，抬头一看，死神已经到头顶了。等烟雾散去，刚才还活蹦乱跳第一个布林，现在连个完整的都找不着了。这一炮下去，连军队里的法师西库普都看懵了，他忍不住嘀咕：领主大人，这到底用的是什么魔法？伯恩巴尔这回是真信了，乔伦之前说的那些疯话居然全对上了。他说要是把炸弹施改小点，用弓箭或者弩射出去，那射程绝对能翻倍。伯恩巴尔一听这话，胡子都快翘起来了。弓箭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觉得我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精灵妹子吗？我有这2条有力的胳膊，干嘛要去搞那些没用的玩意儿？乔伦赶紧先给个台阶下，谁不知道伯恩巴尔先生这双胳膊力大无穷啊？伯恩巴尔还是有点转不过弯。那你弄的这个大铁管子到底能有什么不一样？乔伦耐心的解释，靠手扔你一次，最多也就扔2个，还得费劲去砸。但有了这玩意儿，
咱们能靠爆炸的冲劲，把炸弹石射得更远更高，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轰！伯恩巴尔彻底没词了，他这回是真服了。乔伦，你是对的，我以前真是个固执的蠢货。乔伦可没时间让他在这儿感慨。伯恩巴尔先生，别发愣了，咱们还得去把另一边也给炸了。另一边，莉莉安已经带人和怪物打成一团了，这回来的可不是什么小喽啰。莉莉安大喊一声，直接顶在了最前面。怪物这一矛扫过来，力气大得惊人。莉莉安死架住武器，这要是退后半步，后面的防线可就全崩了。乔伦总算赶到了战场，正好撞见莉莉安带着手下把那只难缠的怪物给解决了。乔伦忍不住夸了一句：“打得真是不错。”莉莉安头也不回的应道：“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靠我们自己就足够了。”乔伦这下也看开了，面对这么多怪物，确实没必要讲什么公平竞争，只要能赢，群殴这种手段尽管使出来。莉莉安一听这话，差点没气乐了：“你管这叫群殴？这可是我们精妙的配合战术。再说了，这招不还是你教给我们的吗？”乔伦赶紧岔开话题：“大家伙都听好了，赶紧找地方躲起来，等敌人一靠近，咱们就动用那个新家伙，到时候场面会很乱，千万别被飞出来的碎片伤着。”底下的士兵们全听傻了，新武器？难道是刚才左边林子里闹出大动静的那个玩意儿？莉莉安看这帮人还在发愣，直接扯开嗓门喊了一：“都傻站着干什么？赶紧找掩护！”莉莉安这心里其实也没底，以前乔伦都是带头冲锋的猛将，现在突然玩起新武器，确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不过既然是自家领主，那肯定的无条件信任。就在这时，伯恩巴尔总算把核心部件搞定了，他举着那个圆滚滚的铁疙瘩问乔伦：“这玩意儿真的能行吗？”乔伦一看，这成色简直完美。伯恩巴尔指着底座上的大窟窿，一脸纳闷地问：“这留个洞是打算干什么？”乔伦这会儿笑得有点神秘，他反问伯恩巴尔：“你们矮人不是有一道名菜吗？就是把小猪塞进野猪肚子里烤。”伯恩巴尔一下子就想到了那道名菜，你说的是托达吉？好端端的提这个干什么？乔伦笑着点点头，没错，咱们就是要用这种法子把那帮哥布林全给会了，在大炮弹里头再塞个小炸弹，这主意绝不绝？听完这个疯狂的计划，伯恩巴尔整个人都傻了，他忍不住吐槽：“乔伦，你这家伙真是个疯子，这种损招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这主意可不是瞎编的。方浩英以前当炮兵的时候就学过这种厉害玩意儿，这叫震天雷，是专门用来大面积收割的杀器。只要引信一烧完，外壳里的铁片就会四处乱飞，管你是什么怪物，只要在附近就别想活命。”乔伦赶紧催促道：“伯恩巴尔，快，再多钻几个洞，不用钻得太整齐，口子开得越乱越好。”伯恩巴尔这下也听明白了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。普通的魔石用完就要充能，但这回他拿出来的可是个稀罕货——原始魔石。这玩意儿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自己回蓝，只要能量耗尽了，它就能自动恢复，简直就是个无限续航的充电宝。乔伦打了个比方，要是普通魔石是速溶咖啡，那这原始魔石可就是最顶级的现磨咖啡。这会儿大家伙都趴在草丛里，旁边的士兵小声问：“领主大人，咱们还得在这儿趴多久啊？”乔伦头也不回的交代：“再坚持一会儿，把头盔都给我戴紧了。”这帮哥布林还在这儿犯嘀咕呢，刚才那帮人类怎么一转眼全没了？看着满地的辎重，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威风大，把人都给吓跑了。带头的在那儿嗷嗷乱叫，让大家伙赶紧冲。他们哪知道乔伦正盯着系统面板算账呢。这炮弹里头装了炸药，力气小了飞不远，力气大了容易当场炸膛，必须得找个最稳的数值，全靠这块原始魔石功能了。乔伦大喊一声：“震天雷，准备就绪，功率拉满，到10级给我开火！”随着乔伦一声令下，震天雷唰的一下就飞出去了，这动静可真不小，直接在半空划出一道白烟。底下的哥布林吓得够呛，带头的嗷嗷乱叫，说是人类竟然有投石机，赶紧让大家伙散开躲命。结果这玩意儿飞得又高又慢，慢悠悠的从他们头顶飘了过去。这下哥布林全乐了，还以为是什么厉害杀器，结果这准头简直烂到家了。哥布林这帮憨货还以为捡着宝了，在那儿嘀咕说这玩意儿飞得这么慢，干脆咱们把它滚回去砸烂人类的大墙。他们哪知道这全是乔伦算计好的，故意调低威力，就是为了让这帮贪心的家伙全聚到一块儿看热闹。而且这震天雷里头还藏着个阴招，乔伦没打算直接引爆，而是利用落地的撞击完了，一手延迟爆炸。就在哥布林凑近了想看个究竟的时候，这大铁疙瘩终于到点了，轰的一声，这下可好，刚才还笑话人的哥布林直接被炸成了天边的烟火。乔伦看着系统提示，心里那叫一个美，这等级刷刷往上涨，他笑着说：“升级的感觉真爽，咱们再来一发。”结果低头一看，这发射器竟然瘪了一大块，看来这魔法石的劲儿还是太猛了点儿。乔伦也没辙了，只能转头求助伯恩巴尔，这宝贝疙瘩坏了，还得靠你给修修啊。伯恩巴尔一边干活一边抱怨说：“刚才还让他去凿石头，这会儿怎么又急着喊他？”不过乔伦可没时间磨叽，他大手一挥，特种部队直接全军出击。乔伦心里清楚的很，第一波怪必须速战速决，要是拖到第二波刷出来，那这仗可就真没法打了。而且系统提示说的明白，出兵越少清怪越快，最后的评分才越高。为了拿个完美的评价，乔伦这回是打算豁出去了。他长剑一挥，直接下了死命令：谁敢反抗，格杀勿论！底下的士兵听完直接杀疯了，这帮哥布林还没从刚才的爆炸里缓过劲来，就被长矛捅了个透心凉。看着满地的尸体，剩下的哥布林腿都吓软了。
乔伦看着这帮怂货，嘴角微微一翘，他大声喊道：“想活命的，赶紧把武器扔了，我还能饶你们一命！”这帮哥布林直接炸锅了，有的觉得这人类疯了，有的觉得这肯定是陷阱。乔伦倒是一点不急，他心里盘算着呢，这帮家伙既然知道犹豫，说明脑子还没坏透，比那些只会送死的强多了。乔伦冷笑一声：“你们大可以跑跑看，但你们那个监工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高布林，真的会放过逃兵吗？”乔伦直接给这帮哥布林开了3个没法拒绝的条件：要么反抗到底死个痛快，要么乖乖伸脖子等死。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跟着他混。就在这帮家伙犹豫的时候，旁边那几只鹿也跟着起哄，他们在那儿拼命吆喝，说跟着主人有肉吃，这领地简直就是人间天堂。哥布林们这下彻底傻眼了，这年头连魔物都开始当托了。看着这些鹿这么卖力的推销，他们心里那道防线算是彻底崩了。毕竟连魔物都倒戈了，说明这人类说的话搞不好还真是真的。与其在这儿等死，不如赌一把试试看。乔伦看着这帮家伙放下武器，心里那叫一个美。他大手一挥，直接给这帮俘虏排了号，从1号到10号名字都省得起了，赶紧排好队，跟我回领的干活去。这帮哥布林现在老实的像小鸡仔一样，一个挨一个排得整整齐齐。旁边的士兵还是有点不放心，领主大人，这帮家伙万一在背后捅咱们一刀怎么办？要不还是拿绳子全捆上吧。乔伦头都没回，淡定得很，借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。现在不用管这些，俘虏是搞定了，可地上这些尸体又成了麻烦事。乔伦看着这一地的狼藉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可不是玩游戏，尸体刷的一下就能消失，要是让路比亚来净化，估计得把他累够呛。正琢磨着要不要一把火柴烧了，乔伦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他试探着问这帮俘虏，让你们去打同类是不是有点下不去手？这帮哥布林倒也实诚，他们嘟囔着说，打那个坏心眼的监工没问题，但要是打自家兄弟，那可真是不行。乔伦等的就是这句话，既然不想去前线拼命，那正好我这儿还有个更重要的差事，正愁没人干呢。乔伦这会儿正忙着指挥呢，他给这帮哥布林许了个愿，只要活儿干得快，就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。这帮小家伙干活还挺卖力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清理现场，要把这些尸体整整齐齐地码在进场道路的两边。为什么要费这个劲？因为之前那些乱堆的尸体简直成了防线上的大麻烦，敌人踩着同伴就能直接翻墙，甚至还把尸堆当成了防弹墙，连炮弹的威力都大打折扣了。乔伦心里很清楚，这可不是什么手机游戏，尸体不会过一会儿就自动刷掉，留着这些东西迟早会变成大麻烦。万一以后冒出个死灵法师，拿这些尸体施法，搞出瘟疫或者亡灵大军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我先下手为强。结果这帮哥布林干起活来那是真不挑，连同类的尸体都不放过，尤其是那些生前关系不好的，直接就成了他们的加餐。乔伦倒也想得开，这叫尊重文化差异，反正既省了伙食费，又省了处理尸体的力气，还能顺便讲讲卫生，简直是一箭三雕。乔伦这会儿正忙着调兵遣将，长毛兵赶紧撤下来换班，受伤的去找路比亚，累坏了的就去找皮奇。看看这战绩，离下一波进攻还有70分钟，到现在为止一个人都没死，只有7个倒霉蛋受了点轻伤。不过这后勤保障画风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伤员一脸尴尬地问：“神官大人，我明明是脚受伤了，你一直揉我大腿干什么？”路比亚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：“别紧张，我这是在帮你放松肌肉，乖乖把身体交给姐姐就行了。”再看看皮奇这边，那是真的在搞后勤，又是特制药茶，又是小饼干。皮奇这小饼干绝了，士兵们吃的那叫一个香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零食。系统都给出了提示，光靠魔法可治不好累，还得靠这种贴心照顾，疲劳值那是蹭蹭往下掉。皮奇还拿出了杀手锏，用冷却药剂泡过的毛巾给这帮大老爷们擦汗，士兵感动的不行，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乔伦在一旁看的直点头，这魅力值怕是点满了吧？本来还担心他会哭鼻子，没想到干起活来这么利索。他在心里已经盘算好了，等这仗打完，必须得给皮奇涨工资。这帮当兵的也是心大，刚才还打得要死要活，现在居然有心思斗嘴了。乔伦笑着调侃：“看你们这一个个开心的。”士兵们嘿嘿一笑，守卫边境嘛，确实挺有成就感的。皮奇这会儿正美着呢，别看现在干的是苦力活，拿的工资也不算高，但他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啪嗒响了。只要能当上领主夫人，这点辛苦算什么？旁边的梅丽尔都看傻了，这女仆怎么突然起来了？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他赶紧跑去找乔伦，小心翼翼地拽了拽他的披风：“领主大人，我刚才的表现还行吧？”乔伦这嘴也是真毒，对着眼巴巴求表扬的法师直接来了句大实话，说他表现的完全没到预期。这话一出，梅丽尔整个人都傻了，本来还指望能被夸2句，结果当头挨了一棒子。他这下是真急了，赶紧低头认错，说自己没能帮上忙，心里那叫一个委屈。结果乔伦这小子居然是在这儿玩大喘气呢。他话锋一转，说这表现简直是超常发挥。梅丽尔一下子就乐开了花。乔伦这大饼画的是真圆，直接封人家是领地最强气象法师。梅丽尔哪见过这阵仗，当场表态以后要拼了命干活。搞定了这边，乔伦拍拍屁股准备走人，他心里还惦记着莉莉安，打算过去看看那边的情况。镜头一转，这边的气氛可就没那么轻松了。莉莉安一个人守在山谷里，她突然停下了动作，看来是有什么不速之客已经摸到跟前了。莉莉安这身手真不是盖的，抬手就是一记精准投射，远处的靶子被当场贯穿。乔伦骑着坐骑慢悠悠的过来了，一开口就是满分评价，看来对莉莉安的表现相当满意。不过
乔伦心里也纳闷，明明让大家都去休息，怎么莉莉安还在这儿加练？受伤的去找路比亚治疗，累了的去找皮奇放松，这分工不是挺明确吗？莉莉安可不领情，直接回怼说自己状态好得很，那些安排根本用不着。乔伦也是拿她没办法，这姑娘最近是越来越爱顶嘴了。不过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倒是挺让人放心的。莉莉安这嘴硬心软的毛病，最后还是乖乖听了话，说既然领主大人都开口了，那她就勉为其难去歇会儿。不过她反手就是一个关心，提醒乔伦也得顾好自己，毕竟刚复活没多久，这身体可经不起连轴转。乔伦这下可逮着机会了，说就是因为怕你们出事，才非要让大家先去休息。在他看来，休息好了才能有力气干活，养精蓄锐也是战斗的一部分。就在这时候，乔伦随手揪了片叶子塞嘴里，这味道居然还挺提神，要把这玩意儿当成特产拿去卖。结果旁边的坐骑吓得够呛，还以为要把自己给卖了。乔伦赶紧解释，说的是卖叶子，不是卖你。莉莉安看着远处干活的哥布林，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，难道真打算把这帮家伙当牲口使，而且还要一直这么干下去？乔伦倒是回答的干脆，那当然了，费劲巴拉把他们收服，不就是为了让他们干活吗？莉莉安还是不放心，觉得这帮怪物根本帮不上忙。乔伦一听就乐了，故意逗他说，看来咱们这位能干的副官压根不需要怪物帮忙啊。莉莉安刚想嘴硬承认，结果乔伦指了指他手里的杯子，说你现在喝的不就是刚才那种叶子泡的茶吗？这下莉莉安直接破防了，她赶紧找补说，这纯粹是为了保持战斗状态。缓过劲儿来后，莉莉安又开始严肃分析，说哥布林跟植物可不一样，这帮家伙随时可能背叛，真打起仗来，除了当炮灰，恐怕只会拖后腿。乔伦这算盘打的是真响，他说怎么可能让哥布林去当炮灰？这种脏活累活全包，还自带清理功能的免费劳动力，上哪儿找第二个去？他让莉莉安赶紧趁现在歇会儿，反正下一波进攻还没到，在他眼里，接下来的对手不过是群杂兵，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。结果这旗子刚立起来，系统提示音就唰的一下响了，负面效果直接触发，难度居然还带动态升级的。精英怪不仅提前露面，数量还比预想的翻了好几倍，盾兵和弓箭手全给安排上了。乔伦这下是真没退路了，既然对方动作这么快，那就只能硬碰硬了。这一冲就要直奔左翼的进攻路线，至于右边的烂摊子，就全交给莉莉安去处理。谁能想到这群哥布林比预想的还要难搞，尤其是那些拿盾牌和拉弓的，简直就是这块地盘上的老油条。以前随手一枪就能捅死的货色，现在居然得费一番功夫才能拿下了。这帮哥布林还学会了打配合，专门躲在盾牌缝隙里放冷箭。虽然他们自己做的弓箭不怎么样，但架不住人家手里有抢来的好货，尤其是那些从人类手里缴获的弩，威力大得惊人。乔伦被这波箭雨压得根本抬不起头，只要被蹭到一下，今天这命可就要交代在这了。哥布林居然玩起了远程，这下乔伦是真的遇上大麻烦了。以前只要冲过去就行，现在还没靠近就要先挨一顿射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帮家伙还学会了打配合，盾牌手把阵型缩得死死的，咱们这边的箭射过去，全被那排烂木头给挡了回来。巴纳尔还不信这个邪，抓起石头就往对面砸，可结果呢？除了听个响，对面连根毛都没伤着。乔伦现在是真想直接冲阵，可这帮哥布林已经不是以前的杂牌军了，居然连阵法都整出来了，这哪是正常的战斗难度，简直是把后期的怪提前拉出来打呀！乔伦本来想让骑兵直接冲出去，可现在麻烦大了，当初为了防守，这防御工事修得太死，现在反而成了自己的绊脚石。乔伦这下是真的后悔了，早知道就该弄个吊桥，现在想冲锋还得先把自己家大门给拆了。可对面根本不打算给他时间纠结，警报声一下子炸响，这帮哥布林又开始整活了。随着一阵难听的怪叫，第二波箭雨已经到了头顶，这密密麻麻的一片，是打算把这儿彻底射成筛子啊！乔伦看着漫天箭雨，心里凉了大半截，他咬着牙大骂：该死！就在这要命的时候，救星终于出手了，风啊，请折断这些邪恶的箭矢！随着这声咒语，战场上凭空刮起一阵狂风，那些原本要命的箭全被这股风给卷了进去。士兵兴奋的大叫：快看，箭全飞回去了！这下轮到对面那帮哥布林尝尝自己射出来的滋味了。原本以为这阵风能把对面全带走，结果这帮哥布林反应挺快，全躲在烂木头盾牌后面了，大部分箭都掉在了地上，根本没造成多大伤亡。梅丽尔一下子就泄气了，低着头在那儿道歉，觉得自己这波操作没帮上忙。乔伦赶紧过来打圆场，这哪是没帮上忙啊，这简直是立了大功。一轮齐射下来，咱们一个人没伤，这战果已经很离谱了。就在两边僵持的时候，后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重型武器总算修好了。伯恩巴尔抱着炮弹冲了过来，大喊着大炮已经修好了。他不光修好了机器，还顺手多搓了几个威力加强版的炸弹。乔伦这下总算松了口气，既然家伙石都到位了，那就别废话，直接开火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炮弹精准地砸进了敌阵，可结果却有点出人意料，这帮哥布林的烂木头盾牌竟然挡住了大部分弹片。乔伦倒是一点不慌，虽然没能一发入魂，但对面的盾牌也快被震散架了，只要再补几炮，这道防线迟早得崩。他赶紧招呼伯恩巴尔，快，下一发赶紧续上。伯恩巴尔答应得干脆，直接把新炮弹滚了过去。这玩意儿看着怎么像个保龄球啊，要是真砸到人身上那可太惨了。乔伦脑子里刷的一下亮了，保龄球，没错，就是保龄球。既然对面的盾牌挡得死，那咱们就换个玩法，把这帮哥布林全当成球瓶。
大炮的角度被压到了最低，系统提示已经锁定100%直线发射。随着一声闷响，这颗保龄球贴着地就飞了出去。哥布林还没反应过来，这帮家伙还以为盾牌能保命，结果连人带盾全给撞飞了。乔伦兴奋的直接跳了起来，全中！既然你们非要举着盾牌挡，那就连人带盾一起滚蛋吧！谁能想到之前堆在路边低哥布林尸体，现在反而成了天然的球道，路越窄，这帮哥布林就越没地方躲。这一波收割下来，对面的阵型彻底烂透了，这边总算收拾干净了。乔伦1秒钟都没耽搁，转头就叫上旁边的梅丽尔。另一边情况怎么样了？快跟我走！梅丽尔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把拽到了坐骑上。这速度跑起来，一般人真受不了。乔伦还挺体贴，问他能不能顶得住。结果梅丽尔被颠得魂儿都快飞了。乔伦倒是淡定，说咱们赶紧去看看莉莉安。正说着呢，莉莉安就在前面。莉莉安一抬头，嗓子都喊破了：“领主大人，快躲开，危险！”还没等乔伦反应过来，头顶上唰的一下，全是飞过来的冷箭。乔伦这反应真不是盖的，反手就把身边的梅丽尔死死护住。这箭雨要是落下来，普通人根本扛不住。他自己皮糙肉厚倒没事，可梅丽尔是个法师，脆得像张纸一样。没办法了，乔伦打算强行开启斗气。虽然这招他还没练熟，控制不好容易出事，但现在除了硬刚，已经没别的路可以走了。远处的莉莉安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为了救个小姑娘，乔伦这是连命都不要了。再这么耗下去，他自己迟早都玩完。既然乔伦腾不出手，那就只能由他来收场了。莉莉安直接出手了，这一枪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漫天的箭雨还没落地，就被这一招全给扫干净了。这下危机总算解除了。乔伦长舒一口气，谢了莉莉安，真是救命恩人啊！他赶紧低头看他怀里的梅丽尔，没吓着吧？刚才可太险了。梅丽尔摇摇头，我没事。领主大人，你没受伤吧？乔伦还在那安慰小姑娘呢，但这边的莉莉安已经快气炸了。他直接走上前去，冷冰冰的甩出一句：“退后，你挡着路了。”梅丽尔哪见过这阵势，吓得赶紧往后缩。乔伦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，这莉莉安是怎么了？眼神凶得像是要杀人一样。不过现在可没时间处理感情问题，战况越来越糟糕了。那些哥布林根本不露头，就躲在掩体后面疯狂放冷箭。虽然有法师在前面撑着护盾，但这种强度的攻击，护盾迟早得碎。再这么耗下去，大家全都交代在这。乔伦现在很头大，那个法师虽然厉害，但蓝条太短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他和莉莉安倒是能扛几下，可手底下的士兵们不行啊，能用斗气护身的就那么几个，其他人就算穿着盔甲，要是被射中脸这种没防备的地方，那也是要命的。就在乔伦发愁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个尴尬的事，刚才莉莉安甩出来的那杆枪死钉在地上，他使出吃奶的劲儿竟然拔不动。乔伦一边用力一边吐槽，这又不是什么传说中的圣剑，怎么就拔不出来呢？莉莉安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还是我来吧。”只见他随手一拔，长枪轻轻松松就回到了手里。莉莉安赶紧找补了一句：“不是领主大人力气小，是因为这枪上还留着我的斗气，除了我谁来拔都费劲。”这下乔伦总算明白了，难怪刚才自己折腾半天，这长枪愣是纹丝不动。莉莉安这番话算是给乔伦科普了高端操作，这斗气一旦灌进武器扔出去，控制起来可就难了，而且时间一长，能量自己就会慢慢散掉。刚才莉莉安那是急着救人，直接把大半斗气都给塞进去了，所以这枪里现在还剩不少存货，难怪乔伦刚才怎么都拔不动。乔伦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，既然斗气能这么用，那要是把这招加在迫击炮上呢？这主意要是能成，那威力简直不敢想。他赶紧转头对梅丽尔说：“再来一次风，不用太大，能挡住对面的冷箭就行。”梅丽尔虽然蓝条快空了，但还是咬牙答应了。虽然现在没法直接把哥布林吹飞，但只要能护住大家，这仗就有的打。既然乔伦发了话，他干脆把剩下的魔力全压上去，只求一件事，那就是死死护住身后的队友。这风刮得确实及时，西库普正愁没地方躲呢，突然感觉身边起了一阵怪风，这风就像长了眼睛一样，把大家伙儿全给围在了中间。对面哥布林的冷箭嗖嗖往这射，结果全撞在了风墙上，噼里啪啦掉了一地。这哪是普通的风啊，这简直就是一堵看不见的防弹墙。眼看远程偷袭没戏了，那群哥布林也坐不住了，领头的那个怪物嗷的一声，嗓门大的震耳朵。这帮家伙终于射得露头了，一个个红着眼珠子，挥着武器就冲了过来。乔伦一看这阵仗，不但没慌，反而乐了，这帮哥布林总算上钩了。他赶紧下令，让手下快去把迫击炮搬来，接着转头对西库普说：“把这风墙撤了吧。”西库普一听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费了老劲才撑起来的防御，说撤就撤。他忍不住吐槽：“领主大人，你又不懂魔法，这玩意儿撤起来比放出来还难。”谁知道乔伦一脸淡定，直接把魔法原理背了出来，说要把这屏障里的魔力回收，不仅费时间，还得搭进去双倍的蓝条，对不对？西库普整个人都傻了，这种高级魔法知识，乔伦一个外行是怎么知道的？乔伦心里暗笑，他在游戏里都不知道，操作过这家伙多少回了，当然是了如指掌。不过现在没时间解释，乔伦直接下达指令，不用回收魔力，也不用强行撤掉防御，咱们换个玩法。西库普这下听明白了，这哪是在撤销防御啊，这分明是要把魔力屏障直接搓成一颗巨大的魔力炮弹。
刚才他也试过用魔力攻击，可根本打不穿哥布林的盾牌。乔伦让法师把风墙的形状改一改，下面要又厚又重，上面要修长圆润，最后收缩成一个尖头。既然之前的威力不够，那这次就把它做得更大更硬，要尖锐到能把那帮怪物的盾牌连人带甲一起捅个对穿。西库普还是觉得不靠谱，这么大个家伙光靠魔力根本飞不快，而且弹头的尺寸和角度稍微差一点就要打歪。乔伦摆摆手让他别急，这些专业的数据他早就心里有数了。就在西库普还在纠结的时候，曼德拉草路已经吭哧地把迫击炮给运过来了。乔伦拍了拍炮管，对西库普说：“别管什么魔力炮弹的尺寸了，你就照着这个炮口的粗细，直接搓一个能塞进去的就行。至于威力够不够，或者飞得快不快，那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这台迫击炮会把剩下的活儿全干了。”西库普虽然听得一头雾水，但还是决定试一试。他推了推眼镜，开始集中精神，把周围的风墙魔力全部压缩。没一会儿，一颗蓝莹莹的魔力弹头就这么凭空出现在大家面前。乔伦一看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尺寸。西库普刚想用传送魔法把这颗沉甸甸的炮弹送进炮管，结果又被乔伦给拦住了。这种时候还浪费魔力干什么？直接用手把它塞进去不就行了？法师就是身体太虚，脑子转得太快，结果把自己累够呛。这颗纯魔力搓出来的炮弹塞进这台原始模式驱动的迫击炮，简直就是绝配。系统界面刷的弹了出来，炮兵等级直接拉满，倒计时5秒，准备开火。乔伦还没停手，他直接把自己的斗气全灌进炮管，这下不仅弹道稳了，威力更是翻了好几倍。随着一声巨响，这发特制的魔力导弹直接轰了出去。对面的哥布林还觉得自己盾牌挺硬，在那儿傻乐呢。乔伦冷笑一声：“普通的炮弹你们能挡，但这玩意儿可是导弹。”这一下撞上去，那帮哥布林连求饶的机会都没了。刚才那一炮下去，对面那群哥布林直接被打懵了，这威力简直不讲道理。就这样，第二波进攻被轻轻松松搞定。那些拿盾牌的哥布林在大炮面前根本就是活靶子，旁边的法师都看傻了。这种火力，就算他把魔力全耗光也搞不出来，甚至终极法师来了也得摇头。乔伦倒是淡定得很，既然有大炮能解决，干嘛还要费劲去用法术？法师这下总算明白了，领主大人为什么要造这种叫火炮的东西。乔伦拍拍他，明白就好，赶紧准备下一发。原本以为大炮能一直爽下去，结果第三波怪一出来，全场都傻眼了。以前50个哥布林才带一个监工，现在到好5个人里就有一个带头的。乔伦直接破防了，这哪是打怪啊，这难度设定简直是在耍流氓，把终极小 boss 当成普通怪来刷，这谁顶得住？乔伦赶紧问旁边的法师西库普：“你那魔力还剩多少？”结果回头一看，法师已经累得快不行了，看这架势，下一发大炮怕是悬了。法师这下是真的一滴都不剩了。乔伦没办法，只能换回普通的实弹继续轰。虽然实弹威力也不小，但对面那些监工精得很，直接抓起普通哥布林当肉盾，大炮的伤害全被挡下来了。乔伦都气笑了，这关卡设计简直是在针对他。既然大炮轰不动，那就只能换个法子了。他盯上了那些躲在后面的监工，打算直接来个斩首行动，只要把带头的干掉，剩下的杂兵就不成气候了。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传来了动静。乔伦回头一看，看来老天爷都在帮他。既然决定要动手，乔伦立马就开始布置战术。他先让梅丽尔在哥布林那边放出一场大雾，先把对方的视线给挡死。接着他又吩咐巴纳尔去弄点沙子和碎石子，等会儿直接往那群怪物的脸上撒。这招虽然损了点，但架不住他好使啊。就在这时，乔伦把目光投向了脚边，差点把这位小功臣给忘了。毕竟个头实在太小，平时真不容易注意到。这就是他的秘密武器——格雷姆林1号。别看他长得像个毛绒玩具，其实是个顶尖的前行高手，专门负责在暗处搞偷袭。乔伦蹲下身子仔细交代，那些小杂兵不用管，你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那些躲在后面的监工，只要让他们失去战斗力，这仗咱们就赢了一半。计划虽然定好了，但怎么送进去是个大问题。这小家伙身板太脆，万一被哥布林踩上一脚，那可就直接交代了。关键时刻，乔伦脑子里灵光一闪，想出了个绝妙的损招。既然走不过去，那就直接把他射过去。第一步，先给个雷姆林全身抹上迷彩粉，这下往草丛里一钻，谁也别想发现他。接着就是重头戏了，乔伦把他塞进了大炮里，周围还塞满了沙袋当缓冲。随着一声闷响，格雷姆林坐着特快专列，直接飞向了敌军后方。为了不把他震坏，乔伦还特意调低了火力。落地的一瞬间，这小家伙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了。刚才那一炮打得真准，沙子跟着格雷姆林一起炸开，这下哥布林全成了睁眼瞎，又是大雾又是沙尘。乔伦这波配合打得太绝了，这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暗杀现场。别看这小家伙长得萌，动起手来那是真狠。他在乱军丛中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就像个索命的幽灵。目标锁定，手起刀落，带头的监工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领了盒饭。领头的这一刀，剩下的杂兵全傻眼了。哥布林现在全成了睁眼瞎，脑子本来就不够用，这下彻底乱成了一锅粥。格雷姆林1号可没闲着，他就像一道黑色闪电，在怪堆里疯狂收割，一个两个三个，那些带头的监工排着队去领盒饭了。等这帮小喽啰反应过来，当官的都快被杀光了。虽然发现了这个小杀手，但想抓他门儿都没有。这小家伙跑起来连个影子都摸不着。格雷姆林任务完成，乔伦赶紧下令撤退。巴纳尔带上弓箭手掩护，这帮哥布林已经疯了，正没头没脑的往前冲呢。这下
正好撞在枪口上。巴纳尔这一剑角度刁钻得很，直接废了带头那家伙的腿。看你还怎么追，干得漂亮！乔伦这会儿心情大好，直接给巴纳尔画了个大饼，只要再办成一件事，奖金绝对少不了。结果这小个子根本不吃这套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要么管顿好的，要么就少干几天活。乔伦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了，这爆炸时威力可不小。他特意叮嘱巴纳尔没信号，千万别乱扔。德王路两边招呼，这要是诈骗了，接下来的计划可就全乱了。巴纳尔也是个明白人，拿了东西立马就位。交代完这边，乔伦也得赶紧动身。右边那边情况更急，莉莉安一个人在那儿对付那么多监工，肯定吃力。既然准备好了，那就别磨叽。乔伦带着小家伙直奔右翼路障，结果真让乔伦给猜中了。这帮怪物果然没打算消停，麻烦已经找上门了。那些监工被吓破了胆，只能拿个布林当炮灰，拼了命地把他们往死路上赶。看着这群怪物压过来，前排的士兵心里也没底，这种阵仗谁看了不虚？关键时刻还得看路比亚，他向神灵发出了祈求，只要这道光还在，战士们就还有希望。谁能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？这层护盾一开，局势总算是稳住了。既然路比亚的护盾已经撑起来了，那接下来就是反击的时候。莉莉安第一个带头冲了出去，这火光一亮，对面的哥布林可就遭殃了。这身手确实没话说，冲进怪物堆里就像切菜一样，压根没人能拦得住他。路比亚在后头问莉莉安：“你真的不需要护盾保护吗？”莉莉安头都没回：“不用，我这点斗气足够了，把护盾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士兵。”乔伦这会儿总算能喘口气，虽然目前还没吃什么大亏，但看着漫山遍野的怪物，他心里还是没底，怕什么来什么。系统警报唰的一下就弹出来了，30分钟后就是最后一波总攻。这下没时间犹豫了，乔伦决定直接亮出底牌。他赶紧找来伯恩巴尔，让这帮矮人去挖易燃矿石，打算把这些矿石全塞进炮弹里，给对面来个大的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乔伦居然还想给坐骑弄个坐骑令牌。伯恩巴尔一听这话，直接炸了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哪还有心思折腾这个？乔伦赶紧摆手解释，说这地方马根本爬不上来，既然弄不到正经坐骑，那起码得把手头这个给整明白。伯恩巴尔虽然一脸嫌弃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，接下来又要折腾什么？乔伦掏出一个像平底锅的玩意，要求把它敲成勺子的形，还得留个通气的管子。这要求听得矮人直挠头。虽然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用，但矮人的手艺确实没话说，唰的一下就按要求做好了。乔伦拿着这个怪模怪样的工具，招呼自家的8号坐骑，张嘴，这东西一塞进去，小家伙直接愣住了。趁着伯恩巴尔还在后头赶工，乔伦已经等不及要带坐骑去练手了。他指着远处的哥布林说：“待会儿就看你的铁头功了。”这小家伙吓得够呛，他觉得自己只是一头普通的鹿，哪能跟正经战马比啊？乔伦赶紧给他打气，说会用自己的斗气把他全身护住，只要跟着大哥混，保准让他变成最猛的重装步兵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这头鹿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乔伦翻身跨上鹿背，一人一鹿直接杀进了怪物堆里。他还不忘嘱咐，只管往前冲，要是情况不对，咱们就直接跳到对面山头去。这下对面的哥布林全懵了，这种打法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乔伦这一通乱杀，直接把对面的哥布林给吓破了胆。这帮小怪一边跑一边喊，说这人类简直是个疯子。可还没等他们跑远，后头突然伸出一把大砍刀，唰的一下就把逃跑的小怪给劈成了2半。一个2米多高的大家伙拎着双刀挡住了去路，他恶狠狠地叮嘱手下，谁敢再跑，这就是下场。乔伦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家伙绝对是个小头目。果然系统的红色警报又响了，精英怪双刀督军正式登场。系统还特别提示，只要能亲手解决掉他，奖励绝对少不了。乔伦这下心里有数了，这不就是送上门的经验包吗？不过这名字起的也太随便了，就因为拿了2把刀就叫双刀督军。系统还挺严谨，特意纠正了一下名字的姓。乔伦可没心思管这些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拿奖励。既然系统要求亲手击杀，那就意味着不能用大炮和魔法，必须得硬碰硬的干一场了。系统这回是真大方，直接给出了明确提示，只要能干掉眼前这个大家伙，就能解锁特殊成就，那奖励绝对拿到手软。乔伦打量了一下对面的督军，这家伙的属性明显比普通小怪高出一大截，简直就是个英雄级别的单位。本来没必要冒这个险，但既然有特殊成就拿，那这买卖可就太划算了。这活儿他接了，他拍了拍胯下的8号坐骑，去给那个东方泰迪熊一点颜色看看。随着一阵急促的蹄子声，一人一鹿飞快地冲了过去。就在快要撞上的一瞬间，8号坐骑突然张开了嘴，谁能想到那个特制的金属扩音器竟然能把叫声汇聚成一股冲击波，这一下直接正面轰在了督军身上。这一寄生波冲击直接把督军震得连武器都拿不稳了，连刚修好的大刀都给扔了。乔伦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他眼神一冷，就是现在。一道寒光闪过，乔伦骑着鹿飞速掠过，直接把督军的脑袋给削了下来。系统提示音立刻响了起来，恭喜玩家达成特殊成就，不仅拿到了大笔经验值，还顺带提升了友军的士气。乔伦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这波特殊任务的奖励可比平时刷小怪多太多了。不过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麻烦就跟着来了。这下直接把周围哥布林的仇恨值拉满了。这帮小怪红着眼大喊，说这个人类太危险了，必须先解决掉他。乔伦听着耳边这阵乱叫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帮小怪又在折腾什么呢？结果回头一看，这帮哥布林不仅没被吓跑，反而全发了疯一样冲过来了。
看来刚才那一刀是彻底把这帮家伙给惹毛了。他们现在认定乔伦才是最大的威胁，打算直接玩命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要是被这群疯子围住，那可真就没得玩了。他赶紧拍了拍8号坐骑，让他使出吃奶的劲儿，全速往路障后头撤。乔伦刚一落地，就赶紧找上了伯恩巴尔。之前交代的那些易燃矿石，到底准备好了没有？伯恩巴尔拍着胸脯保证，剩下的矿石全被他搜刮干净了，一点都没浪费。乔伦听完乐坏了，直接竖起大拇指。既然东西都齐了，那就赶紧开火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大炮里喷出来的可不是什么实心铁球，而是漫天飞舞的易燃矿石。这帮哥布林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砸了个满头包。他们还纳闷呢，这石头怎么一点威力都没有？乔伦冷笑一声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巴纳尔，快把爆裂石头出去！巴纳尔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他熟练地拉开弹弓，瞄准了那堆矿石最密集的地方，直接把引火石射了出去。这帮哥布林还没反应过来，刚才撒了一地的矿石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结果下一秒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整个阵地直接变成了火海。这帮怪物平时乱冲乱撞，现在更是完全没了阵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伙成片成片的倒下。乔伦看着眼前的火光，觉得这波稳了，这火烧的真不错吧？莉莉安却没他那么乐观，他赶紧提醒了一句：“咱们的防御工事是不是也会跟着一起烧着？”乔伦这才反应过来，这确实是个大问题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些身上带火的哥布林竟然还在拼命往这边冲。乔伦这下也反应过来了，赶紧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曼德拉草们快集合，全跟着我走！”他早就留了后手，知道这帮小家伙最擅长的就是爬山坡，正好能绕开那群哥布林。还好这帮怪物动作慢，咱们的时机抓得刚刚好。乔伦带头冲了上去，大家伙儿加把劲，赶紧开始挖掘。谁能想到这帮小家伙干起活来竟然这么卖力，无数巨石顺着山坡排山倒海的往下砸。底下的哥布林还没反应过来，抬头一看，天都塌了。这波滚石砸下来，底下的哥布林彻底乱了套，原本还在往前冲的，现在全被堵在了火堆后面。这道土墙立的真是时候，不仅挡住了怪物的路，还成了一道天然的防火墙，把火势死死锁在了对面。看着眼前这片火海，哥布林们全傻眼了，这下是进也进不来，退也退不回去。乔伦站在高处往下看，心里已经有了底，这帮家伙现在除了等死，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？眼看大局已定，乔伦嘴角微微一扬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叫，那就让你们叫个够。他转头对着曼德拉老路下令，先别急着把他们全宰了，控制好力度。乔伦这招确实高，不仅把对面打服了，还要把他们的心也给收了。他动作也利索，把剩下的哥布林全抓了俘虏，这下全成了瓮中之鳖。结果接下来的场面让所有人都看傻了，曼德拉草路居然开始搞宣传，他们围着哥布林一顿猛夸，说领地里吃得好住得好，简直就是神仙日子。哥布林现在是彻底懵了，这帮家伙怕不是疯了吧？谁能想到这波入职宣传效果竟然这么好？你看这小家伙吃得圆滚滚的，连回森林的心思都没了。底下的哥布林这下全看傻了，虽然还有几个在那带节奏，说人类没安好心，迟早要把咱们全吃了。结果立马有人回怼，谁会去吃哥布林啊？那肉又酸又硬，白给都没人要。眼看大家都在动摇，真正的大招放出来了，几个穿着精良盔甲的哥布林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前面。这下俘虏们彻底绷不住了，大家都是哥布林，凭什么你们穿得这么帅？带头的哥布林一脸得意，说这身装备全是乔伦大人给的，只要老老实实干活，以后咱们也是有编制的了。看着这帮哥布林，眼珠子都快掉到装备上了。乔伦心里清楚，这波心理攻势已经彻底到位。他冷笑一声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这帮家伙现在的脑子里，除了想吃肉，就是想穿甲。既然防线已经全崩了，那就趁热打铁。乔伦直接开启大规模驯服，紫色的光芒刷的一下，把这群俘虏全给罩住了。这下连反抗的念头都没了，哥布林们一个个老老实实跪倒，嘴里喊着要誓死效忠。系统提示一响，这支怪物大军以后就全听乔伦一个人的了。乔伦自己都没想到，一口气收服20多个壮劳力，居然才花了这么点数。不过这帮家伙也不是永动机，系统特意提醒了一句，晚上得让人家吃好睡好，不然这帮怪物随时可能罢工。乔伦心里有数了，只要给够甜头，他们就是最听话的炮灰。接下来的战斗简直成了单方面的收割，谁能想到乔伦直接把之前的战果变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。那些被烧焦的尸体堆在一起，直接筑起了一道火墙，后边冲上来的哥布林还没靠近就被这阵仗吓傻了。火墙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头。这帮哥布林刚被堵住去路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漫天的箭雨就唰的一下落了下来。这下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清场。就在大家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，系统突然弹出了红色警告，最后的 BOSS 大哥布林要登场了，而且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全是随机的。乔伦倒是一点不慌，他分析这所谓的随机，无非就是左右包抄那一套，只要把人手分2波守好，不管这大块头从哪冒出来，两边都能互相照应。可乔伦还是算漏了一件事，系统说的随机可不仅仅是指进攻的方向，东部区域那边好像出大事了。就在东部区域这边，老人看着远处的战火，还以为这波稳赢了，正打算提前庆祝一下，结果旁边的守卫突然变了脸色，指着林子里大喊，说有个恐怖的东西过来了，大哥布林登场了。这体型，这浑身的肌肉，之前的那些小喽啰跟他一比，简直就是弟弟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乔伦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事儿不对劲。等一下，这一关的失败条件到底是什么？
乔伦终于想起来了，只要战斗力超过10的怪物冲进东区办事处，这局就彻底玩完了。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那只大哥布林，系统还偏偏提示这种级别的 BOSS 没法直接收服，除了硬刚杀掉，根本没有第二条路走。乔伦这下犯难了，就算现在全速冲过去，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。乔伦和主力部队全在最前线，后方只剩下几个预备兵，这哪能挡得住啊？结果不出所料，那怪物像拎小鸡一样，把挡路的士兵全给甩飞了。大哥布林冷哼一声，去加多尔直取首都。这怪物一边走一边嘟囔：“扫清障碍，别耽误时间，直奔加多尔最大的建筑去。”乔伦拿着望远镜都看懵了，这家伙怎么突然变成那样了？不过仔细一想，这大哥布林的行动模式跟游戏里简直一模一样，他根本不恋战，眼里只有最终目标。莉莉安在一旁急得不行：“领主大人，快下命令吧！”乔伦很清楚，现在骑马肯定是赶不上了，总不能在这儿干瞪眼吧？要是能飞过去就好了。等等，飞！这一个念头闪过，好像还真有戏。乔伦一拍脑门，还真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他立刻转过身，冲着后面的士兵大喊：“能使用斗气的人，现在全部给我过来！”底下的士兵虽然猛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站了出来。乔伦接着下令：“你们现在去找顾问，把那个东西给我拿过来，顺便把我的盔甲也给脱了。”这话一出，旁边的士兵直接傻眼了。脱盔甲，这节骨眼上要干嘛？乔伦根本没时间解释，大吼着催促他们赶紧行。莉莉安在一旁看得直犯嘀咕：“领主大人，您这到底是要干嘛？”乔伦一边脱下沉重的盔甲，一边神秘兮兮地回答：“别急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士兵们推着一门巨大的大炮跑了过来，报告领主，您要的大炮带到了，可是咱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干掉大哥布林的炮弹啊！乔伦却指了指自己，炮弹的事不用担心，这不就在这儿吗？莉莉安一听，整个人都傻了，您该不会是想把自己当成炮弹发射出去吧？这简直是胡闹！乔伦却一脸严肃，如果不冒这个险，整个领地今天就彻底完蛋了。莉莉安虽然担心，但看着乔伦坚定的样子，也只能咬牙答应。士兵们立刻开始行动，把乔伦往大炮里塞。乔伦钻进炮筒里，感觉还挺宽敞，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可谁能想到，系统界面突然弹出了警告，炮弹重量超标。乔伦这下彻底懵了，自己都把盔甲脱了，怎么还是超重？看来只能用最后一招了。虽然他真的很不想走到这一步，莉莉安和旁边的士兵直接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。谁能想到乔伦为了减轻重量，竟然开始脱衣服了？乔伦一边脱衣服一边疑惑地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们刚刚说什么了吗？”莉莉安赶紧把头扭过去，红着脸小声嘀咕：“没什么，既然是为了领地，那也只能这样了。”好在这一招还真管用，系统终于提示炮弹装填完毕。乔伦这下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光着膀子缩在炮筒里，就等着被发射出去了。士兵们开始调整大炮的角度，大家伙儿咬紧牙关，把炮口一点点往上抬，角度终于固定好了，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。接着所有人开始往炮身里灌注能量，必须用这股力量把炮管死死固定住。与此同时，乔伦也开始把能量凝聚在剑上，准备配合这次攻击。系统界面终于显示装填完毕，抛物线轨道也已经锁定，能量已经蓄到了极限。乔伦大吼一声，直接把功率开到最大。对面的大块头明显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乔伦会用这种方式冲过来。乔伦可没打算给他留活路，整个人带着紫色剑气从半空中死死锁定了目标。乔伦手里的剑带着紫色的光，唰的一下直接把局面给劈开了。乔伦迷迷糊糊睁开眼，脑子里全是刚才那场恶战，当时那速度根本控制不住，整个人直接被甩飞了出去，这下彻底断片了。就在这时，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睁眼一看，竟然是自己的3个亲妹妹，她们怎么会出现在这？乔伦想开口问个清楚，结果嗓子根本发不出声，眼看着妹妹们的身影越来越淡，这梦醒的也太快了。等他再次睁开眼，耳边全是急促的呼喊声，看清了，守在床边的正是莉莉安和皮奇。原来刚才看到的全是幻觉，也是妹妹们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世界？看着大家担心的样子，乔伦总算松了口气。路比亚告诉他命是保住了，身体也勉强给缝补好了，但这伤势恐怕没那么容易痊愈。乔伦正打算开口道个谢，结果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莉莉安这回是真动了气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，问他到底在想什么，怎么敢玩命玩得这么大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现在的他已经没法再复活了，万一真出事就全完了。乔伦赶紧小声解释说，当时那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情况紧急，根本没得选。结果这话一出，莉莉安直接就绷不住了，他这是后怕呀，要是乔伦真有个3长2短，后果谁都承担不起。就在这煽情的时候，2个小家伙突然蹦了出来，曼德拉草鹿和格雷姆林吵着闹着，居然还想看乔伦再飞一次。这下乔伦是彻底没脾气了，飞一次就差点丢了命，这种事打死他也不想再来第2回了。乔伦醒过来的消息一传，探病的人简直要把门槛踩烂了。伯恩巴尔一边摇头一边感叹，说自己活了200多年，就没见过乔伦这么不要命的疯子。不过看他还能喘气，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紧接着，领地里的熟面孔一个接一个往里挤，大家又是庆幸又是后怕，这场面简直比过节还要热闹。乔伦被吵得头都大了，甚至想给这帮人发个排队号，直到大半天过去，他才终于得了一点清静。虽然浑身疼得像要散架，但看着系统面板上疯长的声望，乔伦觉得这波玩命
还真挺直。现在全领地都知道有个能一招秒掉哥布林的狠角色了。路比亚看他想起身，赶紧伸手把他按住，提醒他骨头才刚接好，这要是在乱动之前的罪可就白受了。乔伦还没来得及回话，皮奇又气呼呼地凑了上来，他让乔伦以后多心疼心疼自己，这身体可不光是你一个人的。乔伦这下更尴尬了，只能小声嘀咕：“就算不全是我自己的，那也不是你的呀。”路比亚倒是淡定，慢悠悠地叼起一根细杆。他提醒乔伦，就算有斗气护体，从几千米的高空砸下来，那冲击力也不是闹着玩的。乔伦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，赶紧打断路比亚，让他赶紧去休息，别再跟着一起唠叨了，自己也想清静清静。谁知道皮奇第一个不答应，哪有医生在病人面前抽烟的？这简直太不像话了。皮奇越说越来气，指着路比亚就开始数落，说他身为祭司，居然还有脸教训别人，简直是史上最差劲的医生。路比亚可不吃这一套，反手就把火烧到了皮奇身上，说既然这么担心，不如让领主大人自己待着，你这小女仆赶紧过来帮忙。再说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烟草，而是正儿八经的药草香薰。皮奇被对得哑口无言，这路比亚明明就是想偷懒，治病治一半就想跑路，哪有这么干活的？乔伦被吵得头都要炸了，赶紧出声当和事佬，让大家都消停点，再吵下去他这伤口都要被震裂了。而且路比亚也没闲着，乔伦指了指旁边，让皮奇看看那边的情况。原来屋子里躺着的可不止乔伦一个，还有不少伤员正等着救命呢。皮奇这下总算看明白了，原来那些没撤离的伤员全都在这儿等着救命呢。乔伦赶紧在旁边解释，路比亚之所以没把大家一次性治好，是因为神圣力量根本不够用，他得省着点花才能保住所有人的命。毕竟在这片领地里，能干活的祭司就他一个。路比亚这会儿也累得够呛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就算他再厉害，一个人也顶不住这么大的消耗啊。皮奇这下觉得挺不好意思，赶紧改口要去帮忙照顾伤员，要是为了乔伦，让他干什么都行。乔伦也坐不住了，老这么躺着骨头都要生锈了，他打算亲自下地活动活动。不过他还是叮嘱了一句，帮忙归帮忙，谁也别把自己给累垮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旁边那个一直昏迷的士兵突然睁开了眼，乔伦看那士兵醒了，赶紧过去夸了两句，说他刚才表现得真不赖。士兵哪见过这场面，领主自己都快散架了，居然还先来关心下属，这一下全军的士气直接拉满了。忙到大半夜，乔伦总算能出来伸个懒腰，这一天过得简直比打一辈子仗都累。不过看着系统面板，这心里总算踏实了，第一阶段完美通关，还拿到了新手领主的专属成就。可就在乔伦松口气的时候，远在西边的血色荒原，气氛却有点不对劲，一群披着斗篷的神秘人正朝着黑暗深处走去。带头的女人冷笑一声，说那个叫乔伦的驯兽师居然轻轻松松就把哥布林大军给灭了，要知道那里面可是混了不少他们精心挑选的精英怪，结果在乔伦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。既然普通的货色不行，女人心里已经有了新主意，下次得给这位领主大人准备点像样的对手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荒凉的戈壁滩，这里死气沉沉，连棵活树都见不着。突然天空中划过一道黑影，伴随着刺耳的尖啸，一只巨大的怪鸟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。